此次行宫遇袭是怎么回事？为何事情发生时你没有及时出现？说起来，这件事朕要处罚你，因为你的疏忽和纰漏，让朕和文武百官陷入危险之中。谢晋将行宫东门、北门、南门的禁军守备情况，以及刺客袭击来时发生的事情汇报给夏明帝。夏明帝脸色冷肃地听完。那这么说，是禁军的守备中出现了奸细？是。那你知道是谁吗？当时东门战况激烈，没人注意到是谁将南门的守卫全部都调到东门支援。南门的200名禁军在东门无一活口。臣弟本打算审问魁佑是谁与他勾结，但情况危急，在林冲遭遇杀手，不得已将其击杀，没能从魁佑的口中得到奸细的线索，暂时不知道奸细是谁。行宫之中竟有人与克伦国人勾结，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刺杀。父皇，以儿臣看，奸细很可能还在宫中，将危及父皇安危，一定要将他彻查出来。你说的不错，朕把这件事交给你去做。八弟，你身上的伤不宜操劳，需要静养。你作为行宫安防负责人，这次的事儿朕不处罚，堵不住悠悠众口。朕决定撤去你大理寺总长司之职，你在府上好好养伤吧。自大夏开国以来，大理寺总长司的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由亲王掌管的，谢晋是第一人，这个惩罚不可谓不严重。是，陛下。大理寺总长司掌管着朝廷监察刑罚，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都可查，是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今这个职位空悬，谢衡和谢晏心里都各自活泛，不知道父皇会不会将这份权力再次放出来，两人都想积极争取。处罚完谢晋，禁军统领池广也一并受罚，他卸去禁军统领之职，降为御前侍卫。该处罚的人都处罚了，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了。其中立下第一大功的非凤青鸾莫属。楚王妃，这次若不是你代替朕去引开魁佑，朕恐怕凶多吉少。你救了朕一命，朕要嘉奖你。陛下是大夏国之主，您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儿臣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做了人人都会做的决定。夏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他没想到一个小女子竟在那关键时刻有魄力和机智，想到办法代替他去冒险，帮他挡下灾祸。不愧是护国侯之女，危急时刻知道该做什么。就是可惜了，他向楚王提了和离，以后不再是他的儿媳。夏明帝承诺过回京颁布圣旨，宣布他与楚王和离。在这个节骨眼上，虽说奖罚分明，也不能奖励的太多，下楚王的颜面。因此夏明帝没有问凤青鸾想要什么，女儿家的赏赐一些金银珠宝就够了。说完了正事，夏明帝道：你们奔波了一天，在山中也没得到休息，都下去吧。父皇，那和离的圣旨……楚王妃，你迫不及待提出这事儿，是觉得朕会反悔吗？凤青鸾垂头表示不敢。朕一言九鼎，说到了京城给你圣旨，便会给你。你先回去，朕随后命人去楚王府颁旨。谢父皇。他转身朝殿外走去，看着他那潇洒的背影，谢晏快要气得当场飙血。这女人是多想与他和离，一刻也不愿意与他再有任何关系吗？他本来想打算回到京城之后去向父皇请求不同意他与凤青鸾的和离，结果这女人像是猜到他心思似的，直接在大殿之上提起这事儿，这真是当众下他的脸面。谢晏被怒火激得快要爆炸，朝夏明帝一拱手，朝着凤青鸾追了出去。凤青鸾，你真的想好要和本王和离了吗？你确定？你要是在玩什么欲擒故纵，还是故意想以此方法来博取本王的注意，本王告诉你，你成功了。本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撤回和离的话，本王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要是你执意如此，今后你再想从本王这里得到什么，这辈子都休想。谢晏，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分不清好赖？我是要和离，与你彻底和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后半辈子我也没想与你再有交集，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你听明白了吗？所以你别在那里以为我在跟你玩什么把戏，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我和离后还理不理你。凤青鸾说完，绕过谢晏朝前走去，最后给他的一次机会他都不要。直到这一刻，谢晏才彻底真正的明白，凤青鸾一直挂在嘴边的和离，才不是什么为了博取他注意，而是真的要与他和离。好，凤青鸾，你要与本王和离是吗？你现在走的有多痛快潇洒，后面就有你多痛苦后悔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你等着。回去的路上，凤青鸾命秦雪去侯府将他今天与楚王府和离的圣旨下来的事告诉祖母，顺便让薛子墨带人来楚王府接他和他的嫁妆。凤青鸾回到楚王府后稍作休息，叫来管家周明开府库。
王妃，这是真的吗？我敢假传陛下口谕，把库房钥匙拿来。王妃，没有得到王爷的命令，属下不敢将府库钥匙交出来。等王爷回来，奴才向王爷确定了再执行，可以吗？谢燕正好从外面走进来，听到周明的话，就狠狠地瞪了一眼凤青鸾。带他去库府，传令下去，今日本王要与凤青鸾和离，楚王府从此再也没有凤青鸾这位楚王妃。是，王爷王妃，请跟老奴这边来。王爷回来了。舒瑶，你来了。这2日在府上过得可好？王爷这几日都不在府上，舒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王爷，怎么可能过得好？听到王爷在行宫遇到危险，更是提心吊胆，吃不下也睡不着。你看舒瑶这2日都瘦了，一直担心王爷呢。今日看到王爷归来，舒瑶就放心了。我没事，让你担心了。咦，王爷，王妃姐姐没有与你一起回来吗？怎么没看见她？本王要与那女人和离，父皇也同意了。啊，王爷，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你要与姐姐和离啊？姐姐那么爱你，你与她和离了，她怎么受得了？她受不了，她可是很受得了呢。凤青鸾走到正厅，恰好听到凤书瑶这话，抖了抖肩膀，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她不离开楚王府，你如何成为楚王妃？舒瑶，让你成为本王真正的妻子，这是本王对你的承诺，本王一定会做到。王爷，你太爱舒瑶了，舒瑶今生遇到你，是舒瑶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好妹妹也来了，正好嫁妆我点好了，和离的圣旨应该也快来了吧？等我去接了圣旨，楚王和妹妹就可以琴瑟和鸣，天长地久，恩爱有加了。王爷，宫里来人了。夏明帝身边的大太监元朝公公亲自带着圣旨前来。楚王殿下，楚王妃接旨。凤青鸾、谢燕、凤书瑶跪到厅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楚王与楚王妃性格不合，夫妻不睦，双方已达成共识和离，为全两方心愿，朕恩准楚王与楚王妃和离，钦此。谢陛下。他接下圣旨，手中拿着沉甸甸的分量，让他心中的那块大石也踏实的放了下来。凤青鸾的心里前所未有的畅快。看了圣旨后，一个没忍住，哈哈哈的叉着腰仰天大笑了起来，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他笑得有多畅快，谢燕的脸就黑得有多彻底。元朝公公和其他下人都不敢看谢燕，连忙带着人走了。薛子墨也带着侯府的人到了楚王府的大门。子墨，把嫁妆全部搬到车上去，本小姐和离了，以后不用跟婊子和狗住在一个屋檐下了。咱们回去告诉主母，今晚侯府大摆宴席，放鞭炮庆祝。走。是，大小姐。凤青鸾袖袍一甩，又哈哈哈一路笑着，昂首挺胸，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楚王府的大门，留下楚王府连着谢燕和凤书瑶上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谢燕脸色黑得发紫，在今日的多重刺激下，一口气没提上来，直挺挺地向前栽了下去。咦，这些不是凤小姐嫁给楚王时抬进楚王府的嫁妆吗？怎么又从楚王府抬出来了？我听说了一点传闻，前几日陛下带后宫嫔妃和百官们去西山举行百花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陛下下旨准许楚王和凤小姐和离，现在凤小姐抬着嫁妆从楚王府离开，那这和离的事儿肯定就是真的了。和离？楚王妃和楚王和离？这可是天下奇闻呐！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王妃敢与皇家和离的，这可是头一遭啊！那可不，你也不看看楚王之前做了什么，他宠妾灭妻到了全京城都知道的地步，小妾都欺负到主母头上了，这谁受得了啊？倒也是，这楚王可真是当今世上古今中外第一个被和离的王爷了，也太丢脸了。百姓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凤青鸾坐在马车里，听到外面的议论，浑不在意。秦雪早回了侯府，将今日大小姐拿到和离圣旨抬嫁妆回侯府的消息与侯老夫人说了。侯老夫人激动万分，这一天她早料到了，没想到青鸾这么快就做到了，带着侯府上下去门前隆重迎接。祖母，嗣女回来了。回来就好，在楚王府那些日子你受苦了，快回屋里去，祖母今晚叫人摆宴为你接风洗尘，从此在侯府过好日子。好，嗣女听祖母的。凤青鸾本想要放鞭炮庆祝，青鸾，祖母也想庆祝，但这节骨眼上咱们还是低调的好。
你今日与楚王和离的事，恐怕京城的人都知道了。再怎么说，你前夫也是王爷，是陛下的儿子，咱们得给陛下留点颜面。天祖母的，不放鞭炮。今天晚上所有人吃肉喝酒，关起门来，咱们高兴热闹。大小姐，荣王府的江侍卫来了，他说有份谢礼要送到你的手上。凤青鸾眉梢一挑，来了，荣王送他的宝贝谢礼来了。凤大小姐，王爷让属下传话，恭喜你从此成为自由之身。代我谢谢你家王爷。这份谢礼是我家王爷精心为凤小姐挑选的，为感谢你在行宫山中的救命之恩，请凤大小姐打开来看看。凤青鸾接过锦盒，打开盖子，里面躺着一块跟上次一样材质的玉块。江侍卫，你家王爷送我的礼物是这玉块？凤小姐，你没看错，又是玉面。上次王爷送你的玉面，属下看你挺喜欢，想来你也应该比较满意。凤青鸾腹诽，羊脂白玉那么贵，他当然满意，但再满意的东西送第二次，他有点腻了。连着2次送小半块玉块，江侍卫，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有什么含义吗？这就要凤大小姐自己去观察了。你将2块玉面放在一起，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将2块放在一起吗？凤青鸾嘴角抽了抽，可是上一块他给拿去当铺当了呀，也不知道当铺有没有把玉卖出去，他找个时间去当铺问一问。那好，有劳江侍卫。江曲走了，没多久宫里来了人，这次抬了2个大箱子，这是夏明帝给他的行宫之行立下大功的赏赐，他让秦雪送去自己的院子。处理了这些事，凤青鸾准备去换衣裳。这时宋鼎从外面拎了一个人进来。放开我，我是路过的，你凭什么抓我？大小姐，此人形迹可疑，潜伏在侯府对面的巷子中偷窥侯府已有2、3日了，属下这次将人逮了过来。他转过头来，凤青鸾看到他的脸是凤纯的2女儿凤瑞安。凤大小姐，我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让人将我抓起来？你鬼鬼祟祟躲在侯府门前做什么？我父亲前几日说要来侯府找祖母，他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来看一看是不是你们将我父亲抓起来了，快把我父亲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去报官了。是来找凤纯的。凤青鸾摸索着下巴，凤纯死在了行宫，凶手还没有抓到，他的尸体应该被运回京城了，或许真的可以在官府找到。凤青鸾正要让他去官府找，这时候侯老夫人也来了前厅。凤瑞安见到他，不再与凤青鸾说话，立即跑到侯老夫人面前跪下，声泪俱下地说道：祖母，瑞安终于见到您了，你这2日有没有见到过父亲？他来找你了。侯老夫人不清楚，自从凤青鸾让薛子墨带人来保护侯府后，任何对侯府居心叵测的人他都没有再见过。薛侍卫，你看到了吗？回老夫人，属下一直命人守着侯府，没有看到凤纯，他没有来过。那我父亲去了哪里？你父亲找我做什么？祖母，你不知道，大小姐将我们赶出侯府后，我们处到了楚王安排的暮云斋，那里的人压根不将我们当人看，他们只对二叔一家恭顺有礼，对我们父女3人一点都不尊重。我们没有钱花，也没有好衣裳穿。二夫人进去监狱后，我们的处境更是难过，有时候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父亲说以前是我们不对，太过贪心，伤了祖母的心。我母亲被人陷害，她不是要真的害您的，她也受到了惩罚，被流放出去，所以求祖母看在以前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让我们回侯府吧。我和父亲还有兄长都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定会改过自新，孝敬祖母，再也不会给侯府添麻烦。我早说过，有我凤青鸾在一日，你和2房的人绝不可能再回到侯府。你们有现在的结果，是你们当初自作自受，怨不到谁，更与侯府无关。凤瑞安，你这次窥探侯府被抓到，我可以当你初犯饶过你，再有下次可没那么轻松。滚！凤瑞安被吓到了，他知道这是他见到侯老夫人的唯一机会，跪着走向侯老夫人去求她。凤青鸾跨步到祖母面前，一脚踹在凤瑞安的肩膀上。你当我说的话是在放屁吗？宋典，将他轰出去！宋典走上来，抓着凤瑞安拖走。凤青鸾，你凭什么替祖母做主？祖母是要收留我们的。你这个独断的女人，你把我父亲藏到哪里去了？把我父亲还给我！我要去报官，我要让官府的人来抓你。青鸾，这孩子看起来面黄肌瘦，
哪里还有以前在府里半点的样子？看来在外面着实受了不少苦。祖母，他这种人一时悔改，也只是因为眼下的困境没有办法，才装成这样。你别被他骗了。王爷，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睡了多久？不久，大概1刻钟。1刻钟？那就是说，凤青鸾离开楚王府已经有1刻钟了。那个女人，她还是拿到了她心心念念想要的和离了。王爷，你醒醒，不要吓舒瑶呀！谢燕深吸了口气，再次睁开眼睛，瞳孔里倒映着凤舒瑶哭得梨花带雨、双眸含情、关心她的目光。舒瑶，本王今后一定会对你好的，一定。王爷，妾身知道，你先好好休息。表哥说你方才晕倒，是因为这2日没睡好，有情绪波动起伏较大，让你不要再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了，身体要紧。表哥？哪个表哥？啊，就是舒瑶的远房表哥白华藏啊。王爷，表哥才来京城，白天在药堂坐诊，晚上没有住处。妾身想着王府那么多房间，就给他安排了1间住在府上，顺便府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也可以帮忙医治，全当是府里的府医了。王爷觉得可以吗？谢燕对此没有疑义，闭上眼睛想睡去。王爷，来圣旨了。又是什么事？当然是皇兄的好事啦。皇兄，你忘了，在行宫的时候父皇说过，5日后你要娶曼丽为侧妃。今日我是来代替父皇向你宣旨赐婚的，算这时间，明日你就要迎娶曼丽入王府了。妾身参见昭阳公主。公主殿下，您说王爷要迎娶狄小姐为侧妃？你听不懂本公主的话吗？明日皇兄要按照圣旨迎娶镇南大将军的千金狄曼丽为楚王侧妃，本公主亲自来送圣旨。皇兄，你快别躺着了，让人去筹备婚礼，妹妹也带了人来帮你布置。殿下，这奴才们需不需要准备？消息太突然，王爷明天成亲，1个晚上布置得出来喜气的王府吗？谢燕没说话，周明拿不定主意。这是父皇的命令，你尽管放手去做。是，公主，奴才这就去。凤舒瑶被晾在原地，瞧谢燕那副心如死灰、什么都不想管的样子，不知道是该委屈的哭，还是该怎么办。一个小厮前来禀报：舒侧妃，门口有一位自称姓凤的小姐说要见您。凤舒瑶心头一跳，不会是凤瑞安吧？你去告诉他，我现在没空，让他改天再来。他这2日还在做着凤纯惨死的噩梦，不想看到凤瑞安。有人找你不去见，摆什么架子？本公主有话要与皇兄说，你别在这里碍眼。是，公主殿下。他看了一眼谢燕，出去了。朝阳，你知道舒瑶对本王意味着什么？态度对她好点。皇兄，她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妾，你维护她做什么？再说，看在皇兄的面子上，我对她很客气了。等明日曼丽进了王府，你可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独宠那个狐狸精。曼丽是你的侧妃，你应该多花心思在她身上，就算不喜欢她，也要看在镇南大将军的面上对她礼待。别怪妹妹没提醒你。你就是这么想的，为了狄曼丽出卖我。皇兄，你说什么？狄曼丽用下作的手段爬上本王的床，你以为本王是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吗？皇兄，你听我解释。我不想听。朝阳，本王告诉你，狄曼丽用自甘作贱的方式嫁入楚王府，本王没拆穿她，已经是看在了镇南大将军的颜面。以后本王要怎么行事，要找哪个女人，你休要插嘴。谢莹心底一凉，皇兄这么说，他仿佛看到了狄曼丽入王府后将受冷落委屈的画面。凤舒瑶还是出去见了凤瑞安，他想着这次不见，凤纯死了，他找不到人，肯定还会再来。找我什么事？三姐姐，我父亲不见了。三叔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了？我去侯府找父亲，他们说父亲没去过那里。我去京兆府报官，京兆府的人让我回去等通知，还说如果我想尽快知道父亲是不是出事了，让我去义庄看一看。这些日有几具新的尸体送到了那里，我不相信父亲会无缘无故会死，我不想去。算着时间，父亲离开暮云斋至少有3日了，所以我想来问问舒瑶姐姐，你这几日有没有看到父亲？他有没有来找过你？我没见过他，三叔那么大个人了，说不定去哪里散心了，很快回来。你别太着急。真南，去拿100两银子来。凤瑞安没想到来问个事还能拿到这么多钱，笑得合不拢嘴。谢谢三姐姐，谢谢。凤瑞安笑起来的时候与凤纯最为相似，看到她笑，凤舒瑶就像看到了凤纯。凤瑞安走后，凤舒瑶心慌气短，再也站不住，脖子上痒得不行，浑身无措地抓着，随着她的抓挠，黑斑越来越明显。凤舒瑶受不住啊的一声昏了过去。老板，还记得我之前来当过一块玉面吗？请问那块玉面还在吗？小姐，不好意思，那块玉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小姐，我们天地当铺的珠玉经过精心挑选后，会送去玉珍楼，小姐可以去玉珍楼看看。凤七鸾转道去了玉珍楼，没多久，他到了玉珍楼，找来老板。老板看到他手中的玉面，遗憾地说道：“不好意思，凤小姐，玉面卖出去了。”老板可否告知是谁买走了？凤小姐，这关乎客户的隐私，我们不方便说，请您见谅。没找回玉面，凤七鸾有些泱泱的，从玉珍楼出来准备回去，谁知看到街道上走过一抹熟悉的身影，迟广。凤七鸾有些惊讶，他不是被降为御前侍卫了吗？不在皇帝身前站岗，到街上来溜达什么？迟广左右看看，在警备什么？凤七鸾退回玉珍楼，等他走过了，再探出头来，看他的样子，好像是要去某个地方。凤七鸾眼珠一转，抬脚跟了上去。迟广进了一家茶楼，春风来。凤七鸾看了看名字，也跟了进去，看到迟广去了1楼最靠里的一个包间。凤七鸾追上，蹑手蹑脚来到墙角。不一会儿，房间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跟着你吧？”“没有。”听着这声音，凤七鸾觉得有些耳熟。“荣王说你被他杀了，怎么还活着？”“被谢晋杀了。”凤七鸾瞳孔一震，想起这声音是在哪里听过了，悄悄起身，将窗户纸戳开一个小洞看进去。坐在迟广对面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爆头而死的魁佑。凤七鸾惊住，怎么回事？魁佑不是死了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杀死我？我不过是装死，刚好刺客过来将他们追走，否则我这次是真的死在那儿。你找我出来做什么？你不是说这次的计划完美无缺吗？可我带来的人全军覆没，只剩我一人。你主子与我联盟，不仅是想除掉谢晋，也想将我一举铲除吧？西北苍狼王魁佑，你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吗？要除掉你哪有那么容易？你想杀谢晋，我们也想啊。然而你穷追猛打我主子的将上人头，我主子还没怪你，你倒责备起我们来了。说到这事儿，狗皇帝早就计划好了吧？就算不是那女人将我引走，他也有办法脱身。那些森林中安排的杀手，难道不是为了确保他不会死在我手中，关键时刻出手救他的吗？是你们找的刘备13杀。凤七鸾心头巨震，他猜的没错，要杀谢晋的真的是夏明帝。这次行宫遇刺都是他暗中谋划的，那个藏在行宫中的奸细是禁军统领迟广。不管怎么样，你不是活下来了吗？谢晋虽然没死，他手中的权力也交了部分出来，剩下的就是他的兵权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合作。继续合作？我想要的是狗皇帝的人头，谢晋的命也要。我要亲手为我的叔父报仇。那是自然。2年前吴路城的那场战役，戍守边防的城主是你的叔父贺亲王。贺亲王从小将你养大，对你胜于父亲。他死在谢晋手上，你发誓要为他报仇，我都记着呢。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下次合作是什么时候？等通知。我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其后我只负责我们联络，后续我家主子会安排其他人配合你。你家主子心机深沉，下次合作我得小心点，别到时候中了你们的圈套。哼，那倒不会如此，希望我们合作愉快。一定会愉快的，等我送你下地狱，下次就轮到你的主子了。魁佑话落，3支袖箭猝然从他袖口飞出，直直射向迟广。房间里打斗了起来，迟广不敌贾魁佑，朝门外大喊：“来人！”凤七鸾往周围看了看，难道外面不止他一人？迟广这次来赴约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2名侍卫暗中跟着，就是谨防魁佑对行宫的事蓄意报复。然而他朝外面喊了一声，没有人进来。迟广有些急了，知道中了陷阱，想要逃出去，可对方不给他机会。渐渐的，迟广处于下风，他的步伐有些不稳晃荡，被贾魁佑一脚踢飞出去后，噗的吐出一口黑血来。袖箭上有毒。那当然，你既然来了，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话音一落，魁佑一掌打向迟广，被击在胸膛上，飞出去，重重落到地上，又吐出一口血。魁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脖颈处。你是谁？你不是魁佑？他下去见阎王了，你也下去陪他吧。他脚底一用力，咔嚓一声，踩断了迟广的脖子。凤七鸾心惊肉跳，魁佑杀了迟广，好似这才发现了他，倏然朝窗口看来。下一秒，他急速冲来。金陵，住手！听到这个声音，凤七鸾的瞳孔又是一颤。谢晋，凤小姐还要本王请你进来吗？凤七鸾没有动，他一直藏在门外。谢晋在屋里，他怎么知道是他？叔王殿下，我意外撞见迟广可疑，跟他到这里，无意听到你们对话，是我冒犯了，我绝不会将此事说出去。房间里静默了一会儿，
忽然，窗户砰的一声从里面打开，谢晋坐在轮椅上，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目光深邃又犀利。周围传来风声，凤青鸾环顾看去，几个身着黑衣劲装的暗卫挡住了他面前的所有去路。这么多人，荣王殿下是想杀我灭口吗？哼，怎么可能？凤小姐刚才救过本王的性命。那荣王殿下找我是要说什么事？江渠，去七叶湖新茶进来招待凤小姐。本王今日想和凤小姐做一场交易。江渠端来新茶，给谢晋倒了一杯，也给凤青鸾倒了一杯。不知荣王殿下想找我做什么交易？在说交易之前，想必凤小姐明白了一件事：上次行宫遇袭是我皇兄策划的，池广是奸细。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难怪你要让我取下魁佑代表身份的狼牙链，现是在今日派上用场。若不是我亲手杀死魁佑，眼前这位恐怕将我都蒙混过去了。他是谁？易容术很厉害。他叫金陵，是本王的暗卫，擅长易容和模仿。几年前与魁佑打过交道，观察过他，模仿起来一般人不会发现破绽。原来如此，兄长要铲除自己，想必王爷得知这个消息很震惊，很痛心吧？这不是第一次，本王早就猜到了。我知道了此事，以为王爷会杀我灭口，不曾想王爷要与我谈交易。我不是楚王妃了，没有什么可以与王爷相坐一谈。谁说你没有？你精湛的医术难道不是你最大的倚仗吗？哦，王爷想说什么？你知道我身中剧毒，你有办法解毒吗？实不相瞒，殿下体内的毒我未曾见过，那日帮你压制毒素，实属歪打正着，我解不了。哼，可能本王没说将用什么和你交易，凤小姐便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拒绝本王，尤其还知道了皇帝想铲除本王的心思，不想和本王扯上关系，对吗？凤青鸾不语，饮了一口茶。他的确是这么想的，谁叫谢晋不先教他的牌呢？他不知道对方提出的条件能不能诱惑他冒险。3年前，护国侯奉命去南海惊剿水匪，在骷髅岛轰炸水匪老巢大胜而归离开时，船只意外撞上礁石，船上包括护国侯在内53人全军覆没。后来梅州刺史向陛下汇报案件调查结果，凤小姐作为护国侯之女，应该知道这件事吧？荣王，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言。你母亲云氏一族乃是江南富商，在船舶行业也有涉猎。护国侯去骷髅岛剿匪时乘坐的飞鹰号乃是云氏所造，其中意味着什么，本王就不多说了。这样的船出现了意外，凤小姐觉得那真的是意外吗？在原主的记忆中，3年前他父亲护国侯死时，母亲云氏发疯一般向来宣告此事的官员说这不可能，飞鹰号是云家花重金打造的最好最坚固的战船，不可能在无风无浪的河面上撞到礁石沉底。今日听谢晋提起，凤青鸾想起云氏曾怀疑过沉船不是意外，并且无比坚定地认为是人为，因为他似乎听母亲说过，护国侯去世前曾给他传了一封书信。那时原主年龄尚小，云氏并没有过多说什么。我母亲是怀疑过父亲的死是人为，陛下重提旧事，看样子你是想以这件事来作为交易的筹码。你是查到了害我父亲的人，还是找到了什么？凤小姐说的没错，本王找到了当年从飞鹰号上活下来的唯一幸存者，你母亲也找到过他。你说什么？有幸存者？我母亲也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我将他安置在京城外的一处山庄，他从飞鹰号坠河之后伤到了头，对船上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了。你母亲也试图给他治疗过剂，效果甚微。所以本王的交易是，你帮我解毒，我将人给你，至于你能不能让他恢复记忆，得到线索查出你父亲是否是被人陷害，全靠你自己的医术。如何？凤小姐想合作吗？荣王殿下的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给我点时间研究一下。不过我先将丑话说在前头，我不能保证研究之后也能解你的毒。你还愿意将人交给我吗？可以，他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放在我手上也是毫无用处。护国侯为大夏立下了汗马功劳，保卫我国南境数十载，大夏能有如此繁荣昌盛，他功不可没。倘若能查出杀他的凶手，也能继位他的在天之灵。行，就这么说定了，这个交易我做。那人现在的名字叫葛明，住在京郊宁乡村。你有时间，我让金陵带你去。好，劳烦王爷伸出手来，我取你一管血。谢晋伸出左手，凤青鸾袖中一翻，掌心出现采血管和采血针。他撩起谢晋的衣袖，将针筒注射进他的静脉血中，抽取了一管鲜血，准备拿回去化验。这是什么？能抽取人的血液？本王从来没有见过。这是采血针，这个世界只有我有，王爷没见过很正常。谢晋想起那日在山中，他昏迷时模糊听到凤青鸾在说空间医疗室，这个女人的行为和举止，连着她拿出来的东西都很特别。抽完血后，凤青鸾将东西放回空间，准备告辞离开。本王让江渠送来的谢礼，凤小姐看了有什么感想？看起来很值钱。
凤小姐，你有将2块玉面放在一起仔细观察吗？放在一起观察？笑话，那玉面早被他丢到当铺卖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放在一起看了，不得不说荣王殿下好眼光。好眼光？谢晋猜到了什么？凤小姐，你没有将他们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他的用意那么明显，那天晚上在楚王府的后山，他将戴着的那块玄铁面具换作羊脂白玉重新制作了一块，并割分成了4块，他要分别送给凤琴鸾。等4块玉面送齐拼在一起，凤琴鸾应该就能知道那天晚上的面具男是他了。反正他是不可能上赶着亲口告诉这个女人，他就是被他给办了的男人。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一定要让凤琴鸾自己想起来，这女人用好眼光来打发他，他不会。你是不是将玉面给丢了？荣王殿下真会开玩笑，我看起来像丢3落4的人吗？他不过是将它当了而已。那你将那2块玉面拿出来，当着本王的面看。那种值钱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随便带在身上？放府里了，今晚我回去再看看。不过荣王殿下，你连接送2块玉面给我，要表达什么意思的话，不妨直说。我这人不喜欢猜来猜去。本王就是要让你自己去观察，自己去发掘，直接告诉你有什么意思。追着让他对自己负责，他丢不起那个脸。这样啊，我这就回去看。他颔了颔首，离开房间，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谢晋握紧了拳。这个女人都将他这样那样了，他那天晚上难道就没有摘下他的面具，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吗？办完事提着裤子就跑了。今天楚王大婚，狄曼丽千盼万盼，终于嫁进了楚王府。她身穿凤冠霞帔，坐在婚房中，等着楚王来接她的红盖头。可她左等右等都没有等来，狄曼丽有些坐不住了，怒气腾腾地扯下红盖头，朝外面喊道：迎春，王爷去哪儿了？小姐，林希轩那只狐狸精晕倒了，王爷一直守在那边呢，搞不好今晚还要在那边过夜。王爷真是太过分了，如此宠爱那个小妾。好啊，凤舒瑶那个狐妹子，以为凤青鸾好欺负，本小姐也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敢破坏本小姐的成亲喜宴，本小姐看她是活腻了。王爷，舒瑶没事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应该待在新房陪新娘，不要在这里了，快回去吧。你都病成这样了，本王怎么忍心丢下你不管？等你睡着了，本王再走。王爷，舒瑶知道你疼爱舒瑶，心里很感动，但同为女人，舒瑶也知道狄小姐肯定在期盼你能回去陪她。今天晚上是狄小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你千万不能为了舒瑶让她伤心。傻舒瑶，你总是想着别人，懂事的让本王心疼。本王问白花葬一些情况就回去，你好好休息。白华葬在外面等候。舒瑶的情况为何会反复？之前凤青鸾给她吃药和擦药不都效果很好吗？王爷，之前树侧妃的情况的确好转，但这几日不知道为何她心绪繁重，心情沉闷，晚上甚至做噩梦惊醒，心神耗费巨大，导致情绪波动起伏，因此才导致毒素复发。你说她情绪波动大，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王爷与凤小姐和离，又迎娶狄小姐入府，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树侧妃情绪不太稳定。舒瑶心事重重，不管本王迎娶谁，本王的心里只有她一人。你方才说她治疗黑斑的药膏没有了，你能制作出来吗？凤小姐所用的药有几味很奇特，草民无法制作出与她给的药相同的药膏，草民可以试试别的。女子爱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治好舒瑶的黑斑。是，王爷。王爷，不好了，侧妃过来了。凤舒瑶，你这只狐狸精，敢在本小姐大婚之日勾引王爷到你的院子里，今日我要杀了你！站住！舒瑶是本王的女人，你敢动她一根汗毛试试？哼，你的女人，她不过是个贱妾，我才是你的女人。楚王，我不是凤青鸾，能容忍你大婚之日如此欺辱，今天我非要杀了这个小贱人不可！你让开！狄曼丽，舒瑶刚还劝本王去你那里，她如此为你着想，你却提着刀要来杀她，如此善妒，一点容忍之心也没有。我不敢想象你若接管了楚王府会闹成什么样。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今晚本王不跟你计较，滚回自己的房间去，否则今日本王可以娶你，也可以休了你。谢燕，为了那个贱人，你居然在成亲当日说要休了我，我可是陛下赐婚，你敢这么做，明日我就要闹到陛下那里，整个镇南将军府都与你势不两立。狄曼丽，本王娶你，你觉得是本王心甘情愿的吗？你做的那些朝阳都坦白了，若是你敢将事情闹到父皇那里，你将有什么罪？镇南将军府又将落下什么罪名？不需要本王来告诉你。你朝阳坦白了？坦白什么了？狄曼丽莫名的心慌起来，
如果楚王知道他用了手段爬上他的床，他将会落得秽乱皇子的罪名，追究起来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兜淬就行的。王爷，侧妃姐姐，请你们不要为了舒瑶吵架。今天是喜庆的日子，舒瑶身子不中用，让王爷担心，也让侧妃姐姐担心了。姐姐宽宏大量，新婚之夜来探望妹妹，实在让妹妹过意不去。待妹妹身子好些了，定会带着谢礼去感谢姐姐。舒瑶，你还病着，快回床上去，这里的事本王来处理。狄曼丽以为凤舒瑶的病是装的，可这会儿看到她虚弱的像是一阵风刮倒就要去了似的，看到她这样，狄曼丽心中的怒气消散不少。你看到了，舒瑶都病成这样了，还要来劝我们，你也别再闹了，本王待会儿过去看。管家，将侧妃送回去。迎春给狄曼丽使了个眼色，狄曼丽知道她有话要说，楚王也给了台阶，她也不再纠缠，扭头就走。你想说什么？小姐，咱们看到了，小贱妾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与其在明面上与她争宠，惹王爷不快，不如私下里给她加点药，让她好受。还是你聪明，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务必折磨那个女人，不要让她死得太快了。是，小姐，奴婢一定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让小姐失望。接下来2天，凤舒瑶都一直在喝药，身上的黑斑不仅没消，甚至还时刻觉得头昏目眩，喉咙泛腥。凤舒瑶着急了，她坐在铜镜前摸着自己的脸，要是黑斑一直治不好，让太子殿下看到，太子一定会嫌弃她的。恕侧妃，这是草民新研制的药膏，您再试试。是什么事？你这个没用的蠢货，治不好我的病，那些太医也没用。直男，去把王爷叫来，让他去找凤青鸾来给我看病。小姐，王爷出去了还没回来。那给我备车，我去找凤青鸾，扶我去侯府。迎春回去晨曦院，将凤舒瑶去侯府求药的消息与狄曼丽汇报。这下有好戏看了。凤舒瑶人品有问题，对自己院里的下人不好，一买通一个准儿，将我们准备的那些药悄悄加进她的药中，神不知鬼不觉加重她的病情。如今她求医无门，去找凤青鸾，凤青鸾与她有仇恨，怎么可能轻易帮她？看来她这次去少不得吃闭门羹，又要伤心发火，加重病情了。那当然，幸亏你聪明，想到了这个好方法来收拾她。一个无权无势的贱妾，想与本小姐斗，本小姐要让她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听说王爷也出去了，他又去了哪里？不知道，听守门的小厮说，王爷出去的时候黑沉着脸，估计也不是去做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谢燕当然不是去做高兴的事了，眼见着凤舒瑶的病情日益加重，她心里也跟着着急，自然而然想到了凤青鸾，于是一大早乘车去了侯府。等她进到侯府提出要求，凤青鸾直接甩给了她2个字：没有。凤青鸾，舒瑶病得厉害，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之前胡闹弄出来的。你答应过要治好她，如今她复发，你有义务去给她看诊，提供药膏。哼，谢燕，我是答应过治疗凤舒瑶，在我们上次签订和离书的时候就完成了。她复发关我什么事？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给凤舒瑶一粒药。管家，送客。若不是他用楚王的身份来压制祖母将他请进来，他压根儿不会放他进府。凤青鸾，凤舒瑶是你的堂妹，她快要死了，你对她见死不救，你的心肠怎么那么硬？楚王殿下，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说完了吗？说完了请离开。大小姐，楚王府的庶侧妃说有事要见你，正在门外等候。哼，不是说病得快要死了，还能坐马车来求我？听到凤舒瑶来了，谢燕走出去。舒瑶，你不在家休息，出来做什么？王爷，你怎么在这里？我来找凤青鸾给你看诊。姐姐没有答应是吗？她就是个没心的女人。凤舒瑶的心猛然下坠，挣脱开谢燕的手，想要进侯府大门，把她拦住。你们做什么？再怎么说，我也是侯府的3小姐，你们不让我进府。凤青鸾，你何故做到如此？你们俩让开！凤舒瑶，从将你赶出侯府大门的那刻开始，你这辈子都不准再踏入侯府半步。我早告诉了你的，你当我说的话是在开玩笑吗？凤青鸾，本王以楚王的身份命令你，让他们滚开！楚王殿下，我与你已和离，再无半分关系。你昨日大婚，今日不陪你的新婚侧妃，带着小妾跑到我侯府门前来纠缠，这要是传出去，让天下人笑话，楚王的脸面不想要了吗？确实呀，楚王不是前日才与凤小姐和离吗？人家凤小姐抬着64台嫁妆，坦坦荡荡回到侯府，她昨日就迎娶了镇南将军府的千金小姐，这哪有才和离就马上娶新人的呀？
这定是楚王喜新厌旧、拈花惹草造成的。没想到一位皇子自小受名师太傅教习，如今这般不知检点，私德败坏，宠妾灭妻，将前妻气得和离了。成亲第2日还带着小妾来前妻门前耀武扬威，可太不是人了。听着百姓们不堪入耳的议论，甚至都敢当着他的面说他私德败坏，可想而知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已降落到了谷底。舒瑶，凤青鸾心狠歹毒，他根本不会念在亲戚的面上出手相助。多说无益，天底下不是只有他一个医术高明的人，本王会寻遍名医，请他们来为你治疗。我们走。可他想走，凤舒瑶不想走，去寻天下名医。要是等找到了名医，他脸上的黑斑都要烂穿了。大姐姐，求你救救舒瑶吧！舒瑶身中剧毒，京城无人能治。以前是舒瑶对不住你，与你一起爱上了王爷，可感情之事谁也无法左右。妹妹就算想将王爷让给你，可妹妹做不到啊，那是在玩妹妹的心，妹妹也不能对不起王爷的深爱。所以在这件事上，是妹妹对不住你。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是亲堂姐妹，求你看在你父亲和我父亲同为兄弟的份上，救妹妹一命。以前的事你要打要骂，妹妹都任听任愿，求你给妹妹一条活路吧。百姓们一听，哦，原来是病入膏肓了，来求凤家大小姐救命的呀。谢燕此时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到极致来形容了。凤青鸾拒绝救治凤舒瑶，还不让他们进门，就令他够丢脸的了。凤舒瑶还当众给他下跪磕头，这可是他不要的女人，是才和离了的前妻呀。凤舒瑶这么做，完全将他的脸面摁在地上践踏，一点也没有为他考虑。凤舒瑶，你玩道德绑架是吗？不好意思，我没道德。来人啊，关大门！根本不想看凤舒瑶再多的演戏。侯府门前守门的护卫全部进府，砰的一声巨响，关上了侯府大门。凤舒瑶和谢燕都呆住了，看到那扇紧闭的门如同一个滔天巨响的巴掌打在了凤舒瑶的脸上。凤舒瑶胸中怒火翻涌，噗的喷出一口鲜血，倒在了地上。舒瑶，回府！刘七，请太医，快去请太医！回到楚王府的时候，凤舒瑶清醒了过来，她胸口一阵又一阵袭上剧痛，脸上和身上的黑斑也痒得不行，她不停地挠着。小姐，不要抓了，都流血了。王爷又去哪儿了？王爷将小姐送回府后，找太医来给您瞧了，现在与太医们在书房，让几位太医根据您的病情给出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并且让他们去寻天下医术高明者，重金聘来京城为小姐看诊。小姐，王爷对你真好。他对我好是应该的，要不是他早不听我的话，在凤青鸾还未嫁入楚王府之前将他除掉，我哪会让凤青鸾欺负至此？如今遭这样的罪，他找名医是指望不上了。直男，我要你马上去找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人脉广泛，他必定能尽快找到神医助我恢复。小姐，太子殿下说过，若无大事，不要轻易与如宝联络，万一暴露了你与他的关系，殿下恐怕要怪罪。我都病得快死了，还不是大事吗？让你去就去，你小心谨慎一点，别被他人看见了就是。快去！直男不敢不听，哎了一声，匆匆出去了。白华藏连着给凤舒瑶治疗多日，对她的病情都无甚作用。这几日，凤舒瑶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他在街上走着，看见知南也在街上。知南谨慎地左顾右盼，走到一个巷子口时，左右瞧了瞧，见没有人注意他，快步走了进去。白华藏跟着他，见他拐进了一个巷子，心下有疑。白华藏在巷子口偷看，看到知南敲了敲旁边的院门。不一会儿，一个小厮出来开门，两人走了进去。白华藏眼珠子一转，悄悄跑过去，贴在门上听着。我家小姐的病情，还请如宝公公如实向太子殿下禀报。若不是走投无路，小姐也不会请殿下来帮忙。我知道了，太子殿下一直在关注凤三小姐的病情，不日他会找个由头于楚王府送来一位神医，还请你家主子切记，殿下交给他的任务要尽快完成。是，公公，奴婢记住了。听两人说完话，直男要出来，白华藏连忙躲在巷子角落的一堆竹竿后，心中震撼无比。他竟不知道凤舒瑶是太子殿下的人。小姐，如宝说殿下会尽快安排人过来，叫你安心养病。你是殿下的重要之人，殿下必定会重视你的请求。后面这句话是直男自己加的，如宝根本没有对他这么说。我对太子殿下的作用那么重要，殿下心中有我，那也是应该的。凤舒瑶心中高兴，白华藏也从外面笑吟吟地走进来。白神医，这是本庶侧妃的院子，没人禀报你就进来，你眼里还有没有王府的规矩？规矩？表妹，你自己都不懂规矩，还要求别人？
你可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百花藏，你什么意思？你猜我刚才意外撞见知南出去跟谁见了面？百花藏，你想说什么？表妹，我知道了，你是太子的人。从今天起，我也是太子的人，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你就不要与我讲什么规矩，让我叫你树侧妃，叫你表妹不好吗？凤书瑶眉心骤然狠跳，这白华藏他竟然知道了他与太子的关系，还以此来威胁他，真是个禽兽。此时侯府调查凤纯的事有进展了。是，小姐。凤纯的尸体从行宫运回京城后，因无人认领，被送去了义庄。属下按照您的吩咐，一直暗中监视。就在方才，有2人乔装打扮，将凤纯的尸体偷偷搬走了。神抓住了吗？抓住了。属下审问出了是谁指使他们这么做的。是谁？是凤水瑶身边的贴身婢女知南私下吩咐的。凤水瑶让他们将凤纯的尸体毁尸灭迹，让凤纯彻底失踪。凤青鸾勾了勾唇，凤书瑶出现在凤纯的命案中，这件事有意思了。薛子墨带着凤青鸾去了抓到凤书瑶安排的2个人准备埋尸凤纯的地方。小姐，那2人想将凤纯的尸体埋进坑里，属下发现将他们绑在此，接下来要如何处置？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的脸？没有，属下蒙了面。好，你去通知凤瑞安和凤少元，让他们来这里。是。凤书瑶这边，白华藏知道了他与太子之间的联系，以此威胁对他动手动脚。白圣仪，请你自重。表妹，不要与我这般见外。我今日看到的事情，绝不会说出去半个字。我的心是一直向着表妹的，而且表妹这么多年应该也有所感觉。为了表妹，我可以保守秘密。但若表妹与我疏远冷漠的话，那保不定哪天我心情不好，将此事到楚王面前说上1、2。我相信，只要透露半个字出去，楚王饶是再宠爱表妹，也会有所怀疑的。百花藏，你要敢这么做，我不会放过你。表妹，是你有把柄在我手上，对我言听计从的人应该是你。舒侧妃，侧妃派人送了补品过来，说是舒侧妃病了，这是她的一点心意。那女人有这么好心，她怕是来看我笑话的，把她扔了。小姐，卢宝说了，殿下要您尽快完成任务。狄曼丽主动送来东西，或许是个机会。派人去告诉侧妃，说她送的礼品我收下了，感谢侧妃姐姐的关心。小丫鬟出去了，凤书瑶看向白华藏，既然我的秘密表哥知道了，那我也向表哥坦白吧。太子殿下要我为他做事，他承诺过，若是我做得好，会重重嘉奖。表哥不是想得到大人物的赏识，平步青云吗？到时候我告诉殿下，表哥也有在其中出力。机会来了，表哥想不想把握一下？表妹想做什么？太子殿下让我帮他除掉狄曼丽。他扬起下巴看向那根人参，香榭院。小姐，拇指人参凤叔要收了，听翠儿说她还很高兴，让感谢小姐呢。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土鳖。本就是攀龙附凤之人，给点小恩小惠当虏获至宝，骨子里就是个贱民。对了，给他下的药暂时停用，别让太医们查出来。是小姐，奴婢今早就没继续投放了。9天散是慢性毒药，寻常使用看不出来，却足够加重凤书瑶的病情了。凤青鸾不给他医治，凤书瑶只有死路一条。做得好，小贱人，跟我抢男人，手段还差得远呢。我就等着西林轩那边传来好消息吧。凤青鸾离开义庄后，换了一辆朴素的马车去荣王府接金陵。他打算今天去一趟金郊见那位幸存者，顺便看看他的失忆症能不能治。听说你要借金陵出城，是你说的，让金陵带我去。哼，不巧金陵有别的任务出去了，本王闲着也是闲着，亲自带你去。荣王殿下不必如此，你还坐着轮椅裹着手的，派个人给我就行了，不劳烦你。管家准备了另一辆马车出来，将渠江谢晋送上马车。唉，在家闷了些时日，也该出去走动走动。再说本王还想听听凤小姐研究解毒之法有什么进展了。凤青鸾嘴角轻抽，这人都折腾成断胳膊断腿了还不安分，还要跟他一起出城，看来是被剥夺了职权，太闲了。薛子墨离开义庄，去通知了凤瑞安和凤少元，两人得知凤纯惨死，被人抛尸，急急忙忙赶到义庄后山。爹，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了？是你们杀了我爹吗？公子，人不是我们杀的，我们是来卖尸的，杀他的是别人。凤少元已经失去了理智，只想打死眼前的人。
哥，别打了！他说杀父亲的凶手另有其人。你们知道凶手是谁吗？又是谁让你们处理我爹的尸体？是楚王府侧妃的天生丫头给钱让我们做这事的。顾子小姐，我们不知道这位老爷是谁杀的，我们负责拿钱办事。你要想知道是谁杀的，去问那位舒侧妃吧。凤瑞安和凤少元均是一震，是凤书瑶安排的。瑞安，我们去找凤书瑶。两人急急火火来到楚王府，侍卫来禀报凤四少爷和凤五小姐来找舒侧妃，把他们赶走。舒侧妃，那两人说事关他们父亲的重要情况，请你务必要见他们。凤书瑶眉心一跳，莫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让人把两人请了进来。少元、瑞安，你们找我什么事？凤瑞安将后山发现两个男人要将他父亲埋尸的事情说了。凤书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不是早知道我爹死了，还是说我爹是你杀的？你想毁尸灭迹？难怪之前我来找你，你用钱将我打发，原来那个时候你就心虚了。凤书瑶，你说是不是你杀了我爹？凤书瑶，我爹的尸体还躺在山里，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去报官告你杀人。难怪凤青鸾说你们是白眼狼，两个没长脑子的蠢货，枉费我对你们的一片苦心。凤书瑶，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来找我说三叔不见了吗？你还去了京兆府报官，人家让你去义庄看看，你自己不愿意相信三叔出了事，是我派人去义庄看的。得知三叔被人害了，我想着三婶被流放了出去，今生你们都再难见他一面。如今三叔又不知为何死亡，你们要是知道了这个事实，能接受吗？因此我才找人去将三叔的尸体葬了，让你们以为他是失踪了，还能尚存一丝希望。否则你们兄妹俩没有长辈，又没有任何本事，如何在京城生存下去？我好心为你们，你们却来质问我。我与三叔何冤何仇？我要杀他！凤书瑶的这番言论听起来合情合理，凤氏兄妹俩都被他绕进去了。我爹不是你杀的，你真的是好心将他埋葬，才没人去做这事儿？不然呢？如果是我杀了三叔，我为什么要杀他？他是我三叔，我爹的亲弟弟。当然，你要说我有私心，我当然也有，不想让我爹知道三叔去世，让他老人家伤心。凤氏兄妹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沉默了。可惜我想保存这个秘密，还是让你们知道了。你们没有了父亲母亲的支持，我作为你们的堂姐，今后你们有任何难处可以来找我。知南，拿500两银子给他们。你们得知了三叔死亡，那就把他安葬了，是送回扬州乡下，还是如何，你们决定。三叔意外身亡，不排除是得罪了人，你们也不要声张，免得招来祸患。听完凤书瑶说了这一席话，又得到了他的一笔钱，凤少元和凤瑞安离开楚王府时，都感觉浑浑噩噩，还没缓过神来。哥，你相信凤书瑶的话吗？我不知道，但父亲的确是死了。那我们怎么办？你没发现吗？凤书瑶好像在刻意劝服我们不要将父亲的事闹出来，他给我们这笔银子，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封口费。哥，你什么意思啊？或许因为父亲的死能给我们重新带来荣华富贵。凤书瑶不是说了吗？有什么困难去找他。你还想回暮云斋那个地方受人白眼吗？凤瑞安摇头。那就对了，我们被从侯府赶出来，被楚王收留，看似光鲜，实则过着低贱的生活。母亲流放，父亲也没了，我们也得为接下来的生活做打算。对于父亲的死，肯定没这么简单。既然凤书瑶不让我们生长，那我们就利用他，再次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去把父亲的丧事办了。我要你进楚王府，待在凤书瑶身边，或许可以知道父亲究竟是被谁害死的。好，我听兄长的。另一边，凤青鸾和谢晋来到了京城郊外的宁乡村的一处庄子。荣王殿下，你来了。这位是凤家大小姐吧？草民见过大小姐。二位不必行虚礼，葛明在哪里？在屋里。他话音一落，房间里跑出来一大一小2个欢闹的孩子。别跑，我要抓住你们！在孩子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少年，徐大婶将他带过来。凤小姐，他就是葛明。你几岁了？我今年17。凤青鸾心中唏嘘，17比原主大1岁。3年前飞鹰号沉船时，这个孩子才14。夫人，你是夫人，夫人来看小明了。去那边坐下说话。凤青鸾推开葛明，带着他去到院子的一张石桌坐下。葛明是飞鹰号上的船员，是你母亲云氏下面的人。当年飞鹰号沉船之后，你母亲靠着给船员提供的画好的画像，利用生意上的人脉，天南地北的寻找，由此才找到了他。他对你相熟，你可以借此问他一些事情。小明，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夫人常来看我，还给我带糖葫芦，我最喜欢夫人了。那你还记得3年前飞鹰号上发生了什么吗？飞鹰号为什么会撞到礁石沉船？说到那件事，葛明的小脸痛苦地皱了起来。不记得，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每次问到他这儿都是这个反应，他不想回忆那段经历。我知道了，我这就带他进去检查。徐大婶，麻烦给我准备一间房。凤琴鸾带着葛明进了房间，让他昏睡，进入空间做脑部检查。谢晋在外面等着。王爷，您身上的伤看起来很严重，王爷可要保重自己。这些时日，葛明有没有出现过别的情况？没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这近1个月来，他晚上有时会梦魇，嘴里一直喊着萤火虫3个字。醒来后问他在说什么，他说不记得。萤火虫？萤火虫不是夏天才出现的吗？如今4月，这山里不可能有萤火虫。会不会他梦中的萤火虫是在飞鹰号上看见的？沉船发生在当年11月，你说的萤火虫是夏天出现。江渠噎了一下，挠了挠头，有些尴尬。1个时辰后，凤琴鸾从房间出来。怎么样，有把握治好吗？你们之前找大夫给他治过吗？大夫怎么说？大夫说他后脑因为撞击，脑中留有淤血，导致失忆、智力不长，并时常伴有头痛和抑郁。这我检查出来了，不过在他的脑神经上，我还查出了另一个东西。凤琴鸾拿出一个透明玻璃瓶，里面放着一颗小拇指大小的瘤子。他脑袋里长了一颗肿瘤，我动手术将它取了出来。造成他失忆和头痛的原因不止淤血，更多的是这颗肉瘤每年以一定的速度成长，到现在已有3年之久。3年之久？那是3年前才开始有的？没错，肉瘤他得拿到实验室里仔细研究。凤琴鸾觉得很可能这是3年前沉船案的关键线索。葛明会一直住在这里，你随时可以过来看他。他与凤琴鸾说了葛明提到的萤火虫，这或许是另一个有用的线索。今日这趟没有白来。葛明脑中的淤血，7日后我再过来做一次手术，彻底清除，再做些康复训练，看他的记忆能不能恢复。这事说完，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几人在山庄用饭。吃过饭后，凤琴鸾想看山庄周围的情况，江渠推着谢晋带他到周围转着。对了，2块玉面你回去观察了吗？凤琴鸾抿了抿唇，又是这个问题。这男人好像对这2块玉面非常想让他知道是什么意思。胡老实交代吧，第1块玉面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又觉得奇怪形状没啥用，将它给当了。当了？当了2000两。江渠在一旁嘴角直抽，那可是上等的羊脂白玉，那小块少说也值1万两。这凤大小姐不切钱，怎么2000两就给当了？周围的空气冷凝了下来。凤琴鸾也察觉到了谢晋的愤怒，仰头望天。我不知道玉面是做什么的，你又没说还有第2块。我也在找他，等找到了，我再2块放在一起看看。你去哪个当铺了？天地当铺，当铺的老板卖到了玉珍楼去，玉珍楼的老板说被人买走了。这2块玉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啊？你直接告诉我，即使玉面找不回来也没关系啊，省得猜来猜去这么麻烦。听他越说越随意，谢晋感觉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自己的心窝子。这女人真是一点也没想起他了呀。且先不管那玉面有没有特殊含义，你将本王送你的礼物拿去当了，凤大小姐认为这样做好吗？我会尽快将玉面找回来的。不说这事了，回去吧。他拒绝再聊这个话题。这男人病病歪歪的，万一又将他给气到了，那多不好。江渠，派人下去将玉面找回来，规规矩矩的再次送到凤府去。他一定要让那女人自己想起他，这样他才能对自己的愧疚更浓烈。是，王爷。回到庄子后，凤琴鸾叮嘱了徐大婶照顾葛明的一些注意事项，上马车返回京城。凤琴鸾坐在马车里昏昏欲睡，忽然马车一个趔趄，老张，怎么了？小姐，马车的轮子好像坏了。小姐，马车坏了，咱们怎么回去啊？凤琴鸾看向谢晋的马车，一会儿后，凤琴鸾坐进了谢晋的马车。江渠收了手，唇角勾着笑意。王爷，属下能帮你做的只有这样了。上次你抽了本王的血去研究，对那天眼煞的解毒方法可有进展了？没有进展。本王记得之前你说去过西境，你生过一场大病，在那边让人治好。你调查我？我们达成过协议，对于盟友是何情况，本王调查一下没有问题吧？是没有问题。你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不爽。如果你认为本王调查了你，让你不快，你也可以去调查本王。哦，荣王殿下什么背景，京城的人都知道，我也知道，不用调查。谢晋无语，突然他不想跟这个女人说话了。这时马车停了下来。王爷，百花谷的丽姑到了王府，她说本来这次应该是谷主来的，百花谷出了点事，要谷主留着处理，谷主让她来了。凤小姐，待会儿你随本王一同回荣王府。为什么？在你之前，本王的毒都是由百花谷的人治疗，你要研究解药，有些情况可以向他了解。行，那我同你走一趟。傍晚前，2人回到荣王府，
殿下，你回来了。殿下，这位是侯府小姐凤青鸾。原来她就是江渠信中所说的那个服用了奇药七色玄冰花的女人。你好，凤小姐，这位是丽姑，是百花谷谷主的师妹。百花谷乃江湖医药一族，出了很多神医圣手，你们可以交流医药上的话题。凤青鸾点头。荣王殿下，这次我来京城，除了帮师兄给您带来培元丹，还要处理一件重要的事。百花谷用来研制毒药的赤臼猴被人带走了，偷盗者重伤而亡。赤臼猴逃到了山中，再往京城南面的月山而来。赤臼猴的唾液有剧毒，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抓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师兄想请龙王殿下帮忙力捕赤臼猴。本王已经不任大理司总长司之职，陛下已经将此权交给太子。赤臼猴危害巨大，你可以去找太子。丽姑有些惊讶，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谢晋身上的伤。看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荣王和皇帝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去找太子。本来他这次进京还有第3件事要办，那就是应太子的约来救一个人。至于需要本王的地方，本王也可以施以援助。事关百姓，他也不能坐视不管。有荣王这话我就放心了。对了，江侍卫在信中说，凤大小姐曾用过七色玄冰花，艺术也很高明，不知道凤小姐对于王爷的天影煞可有效的解毒办法？我听荣王说，他这毒以前是由百花谷谷主在治疗，你们采用的是何方法？能说出来听听吗？凤小姐看起来也不过如此，你是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才来反问我的吧？荣王殿下推崇你，想必你身上也有可取之处，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师兄用的是混元针法，2个月进行1次施针，辅以培元丹，才能压制天影煞没有毒发。我可以看一下培元丹吗？丽姑看了眼谢晋，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将一个药瓶拿出来，倒出一粒药丸到掌心，展示到凤青鸾面前。凤青鸾拿起培元丹嗅了嗅，此丹药中有2味特别之药，其中一味是烈性药远冬子，此药有毒，辅以紫鸽调和，两者混用虽能固本培元，对于谢晋的毒来说可压制，同时也伤肺腑，属于以毒攻毒的用法。说起来是在用培元丹辅助施针达到效果，其实是因为培元丹本有不足，因此必须用每2个月进行1次周期施针，将远冬子毒性排出来。我说的对吗，丽姑娘？丽姑脸色微变，这女人竟能将她师兄的用药说出来，跟她想的有点不一样。师兄是这么告诉我的，你没说错。天影煞乃天下奇毒，无人能解，我师兄能用此方法将其压制，已是不易。你说出了针法和药用之间的利弊，想必你对如何拔除天影煞有了好方法，可否说出来让我见识见识？我暂时没有解毒的办法。丽姑再次吃瘪，姣好的面容上浮现难堪之色。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凤小姐多年前服用过的七色玄冰花，是古医书上记录的唯一能够拔除天影煞的绝世奇药。阴差阳错被凤小姐用了，凤小姐变成了七色玄冰花药的载体，她的身体或许可以帮荣王殿下解毒。你说我的身体可以替荣王解天影煞？想让我做什么？那个是我用词不当，不是你的身体，是你体内的血液。七色玄冰花融入了你的身体，你的血或许可以对殿下的毒有效。对呀，属下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丽姑娘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王爷，不如让凤小姐割血入药来试试，如果有效，那王爷就不用再受每日的。他兴奋的话还没说完，被谢晋冰冷的眼神制止住。荣王殿下乃大夏战神，对江山社稷百姓安危乃重中之重，他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是除了皇帝之外高于一切的。凤小姐是心怀大义之人吧？不过是一碗血而已，不会舍不得吧？不行，本王不同意。王爷，这可是目前解毒最有效的办法，万一凤小姐的血能够帮助你呢？你说试一试，若她的血真能解我的毒，岂不是每次都要抽她的血？有不伤两人的办法，他为何要同意这一条？不过是他再忍受一段时间，他迟早会娶到凤青鸾，让他心甘情愿与自己解毒。凤青鸾也很意外，这男人不是想让自己帮他解毒吗？江渠暗暗睨了眼自家主子，他觉得自己好像能猜到王爷的心思。不得不说，王爷对凤小姐真是独树一帜的偏宠。王爷，区一碗血，多用些补品就补回来了，试一下有什么大惊的？况且凤小姐的血真的有用的话，咱们可以提取出来，制作成药丸，以备你随时服用，可能效果比培元丹还好。您为什么不同意？本王说不行就是不行，就算凤小姐答应割血给本王，本王也不会同意。凤青鸾心里啧啧，谢晋会不会太自信了点？他觉得自己会答应吗？王爷这般为臣女考虑，臣女心中感激。为了感谢王爷的信任，臣女会尽快研究出解药。好吧，你们双方都不同意，我还能说什么？王爷，这是培元丹，有3粒，我去找太子说关于吃酒猴的事了。凤青鸾在这里也没什么事了，也告辞离开。楚王府，小姐有救了！太子殿下送来了一位神医，已经在来王府的路上，有他在，肯定能治好小姐的毒。你说神医来了？
是啊，下午东宫来人，将殿下请去了东宫。傍晚殿下出来时，身后跟着一位百花谷的丽仙姑。据说这位仙姑对解毒很厉害，她肯定有办法能解小姐身上的山地鼠之毒的。你快帮我更衣，免得让神医看见印象不好。随着两人匆忙准备，谢燕也带着丽姑到了西陵轩。看到凤书瑶的脸，两边脸颊都快被一块黑斑完全包裹，看起来丑陋无比。丽仙姑，这位是本王的庶彩侧妃，1个月前中了山地鼠的毒，曾用过药和药膏大有好转，这些日复发了，还请你帮她治疗。白华藏也在一旁示例，将凤书瑶这1月的病情转变详细与她说明。丽姑给凤书瑶诊断后，须臾道：“把之前的药方和药膏拿来我看看。”白华藏将东西交给他，丽姑看了看药方，又闻了闻药膏。仙姑，怎么样？书瑶的毒能解吗？可以，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山地鼠之毒，整个京城都没有人能解呢。我听说那凤家的大小姐医术高明，你们没有请她来看过吗？实不相瞒，仙姑，这份大好的药方和药膏是她开出来的。原来如此。丽小姐有点本事，她再闻了下药膏，察觉到一丝异样。药膏中的一味药虽然能去除黑斑，但用药的量有些多，大大影响药效，无法根治。因为药膏没有了，单凭一个瓶子，她也不能判断更多，也没在这事上纠结。我给她重新开一副内调和外用的药，不出半月，她的毒能够彻底解除，容貌也能恢复。丽姑又看了看后一张药方，这张药方是白华藏和太医们开的，想了想，提醒道：“后面这张药方不能解舒侧妃的毒，也不会加重其病情。若照你们所说，她的病在服药的情况下不见好反而加重，我建议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人动了什么手脚。”凤书瑶一听，脸色大变。经仙姑一说，舒侧妃的病情是有几日十分严重，黑斑也长得异常迅速，后面这几日情况才有所好转。那这么说，有人想害舒侧妃？有人要害我，王爷，舒瑶好害怕。不怕，有本王在。来人，将舒侧妃用过的所有东西全部检查。直男眼珠一转，假装故意搜到狄曼丽送来西陵轩的那根人参。这人参之前奴婢给小姐用来炖过汤，她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哪来的？是侧妃命人送来的，姐姐见我身子不好，特地送来给我调养身子的。验一下人参。白华藏心中窃喜，拿出银针在人参上一试，银针变黑。王爷你看，有毒，人参有毒，这不会是侧妃想害舒侧妃吧？来人，把侧妃叫来西陵轩。楚王，记得明日与我一同进山抓捕吃酒后，我先走了。很快有人将狄曼丽请了过来。王爷，您找我？这根人参是你送给舒瑶的？是臣妾送的。妹妹不是一直在吃药调补身子吗？臣妾手里有这东西，便让人送了。白大夫在你送的人参上验出了毒，狄曼丽，你好大的胆子，敢用这种方法毒害舒瑶！王爷，你说什么？人参怎么会有毒？狄曼丽，百花谷的丽仙姑说舒瑶病情加重，是有人在暗中动了手脚。白大夫验出的你送的人参上有毒，你想如何狡辩？狄曼丽惊住，迎春下的9天散是下在凤书瑶熬药的砂锅上的，怎么可能在人参里验出毒来？王爷，空口白牙！你说我下毒害凤书瑶，我下的是什么毒？可有证据？侧妃，草民在人参上检测出来的毒是全名符，此毒无色无味，侧妃故意下在人参上面，是料准了舒侧妃会使用人参，想借舒侧妃罹患重病，让她悄无声息的死亡。侧妃，你好阴毒的手段！听完白华藏的话，狄曼丽有些没反应过来。什么全民夫？她从来不知道这种毒，就算查到她下毒，那也是9天散，与全民夫有什么关系？白大夫，你这是污蔑！我们家小姐没有这种毒，也不会做这些事。你就是想着侧妃与舒侧妃之间有嫌隙，想给我们侧妃泼天大的脏水，请王爷为侧妃做主，还侧妃清白。王爷，我不知道什么全民符，也没在人身上动手脚，这是凤书瑶和他的大夫表哥联合起来欺诈臣妾。不管王爷有多疼爱凤书瑶，也不能任由他随意扣污帽子。要是王府后宅变成了这样，以后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若是王爷不信，那咱们就把这事闹到大理寺去，让官府来断案。当真没有做过此事？臣妾从来没有碰过全民符，也没在人参中下毒。说做了这事，天打雷劈，让臣妾不得好死。王爷，姐姐出生将门，行事雷厉风行，光明坦荡。妾身也不相信姐姐会用下毒这些阴毒的法子来害人。不过，从姐姐嫁入王府那天，便提刀来西陵轩砍杀妹妹，
虽然是一场误会，少不得也让人认为姐姐容不下妹妹。如今又出了下毒的事，因此舒瑶认为还是查清楚的好。既然姐姐说她没有碰过全民符，也没有下过毒，为了证明清白，王爷不妨派人搜查姐姐的香榭院，不是姐姐做的，自然什么都查不出来。这样也能让大家见证，还姐姐清白。你一个小贱妾，凭什么搜本侧妃的院子？本侧妃说没有下毒就是没有下毒。柳琪，带人去将香榭院里里外外给本王搜仔细了。柳琪领命去了。狄曼丽更气了。王爷，凤叔要说什么你信什么，一点判断力都没有，你当真要如此侮辱臣妾？他在愤怒辩驳的同时，暗中看向迎春。迎春微点了点头，表示他的毒药全部都处理干净了。狄曼丽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面上还是怒目圆瞪，表示对谢燕的处理方式不满。你不是要本王还你清白吗？本王正是在做这事。这话听起来虽是这样的，狄曼丽还是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一炷香后，柳琪回来了。王爷，在香榭院的小厨房里搜索到一包毒药，是决明符。不仅如此，属下在侧妃的枕头底下还搜到了这个。侍卫手中的托盘里面端着一个扎满了银针，写着凤书瑶名字的人偶。王爷，是验肾之术，侧妃竟然趁舒侧妃病倒后背地里对她下诅咒，难怪舒侧妃中毒一直不见好，原来是侧妃不仅下毒，还做了如此阴毒之事，幸好查出来了。王爷，求你为我们家小姐做主。侧妃姐姐，妾身一向敬重你，不想与你起冲突，也一直劝王爷要去姐姐那里多坐坐。你这般痛恨妹妹，要置我于死地，太让妹妹寒心了。你这个毒妇，害本王不够，还要来害舒瑶。验肾之术在大夏内禁术，你连这种东西用在王府后宅，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刘琦，把侧妃关进冷院，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她踏出冷院半步。带走。是，王爷。狄曼丽会武功，柳琪亲自上手去抓她。小姐，别打了，这是在楚王府，是王爷的命令，就算打一架，王爷也不会松口。你冷静点儿，这件事咱们没做过，你不要忤逆王爷，冷静啊！狄曼丽哪里能冷静得了？她会武功，却不是顶好的。过了10几招后，被柳琪和护卫们拿下。谢燕看都没看一眼，柳琪直接将人押走了。翌日，谢燕一早出城，到月山脚下与丽姑会合。丽姑得到消息，说月山脚下的平西村里有猎户在山中见过赤鹫猴。阿灿，这是楚王殿下，你是在哪个山头看到的赤鹫猴？带我们去。草民参见楚王殿下。进山吧。阿灿要爬起来，却一个没撑住摔了下去。你怎么了？草民没事。你是生病了还是被什么咬了？你发现那只猴子的时候，有被它抓伤或者咬伤吗？小姐怎么知道？3日前，草民在山中遇到赤鹫猴时，见他毛色异常，长相怪异，以为是珍稀品种，想活捉他卖个好价钱，甚至在偷袭他的时候，不小心被他的牙齿刮到腿，流了一点血。听他这么一说，丽姑的神情霎时立变，对谢燕道：楚王殿下，情况有变，请你让人去将平西村的所有村民全部隔离，不准让任何人离开村子。士兵们在隔离的时候，记得遮住口鼻，不要与村民的血液、唾沫或者抓伤接触，村民们很可能感染了大规模传播的疫病，请楚王殿下马上让人去。2队3队，按仙姑说的去做。丽姑眼底一片凝重。这次他师兄没来京城，就是因为赤鹫猴被人带着逃走的时候咬伤了百花谷的人。赤鹫猴的唾液中含有一种具有传播性的剧毒，一旦有人被咬，其他人与病患接触也容易被感染。正当丽姑想让猎户躺下给他查看时，原本还跪着的阿灿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仙姑，救我！他已经喷出了血，丽姑什么防护都没有，不敢碰他。阿灿在倒地吐血之后抽搐了没多久，瞪着眼睛气绝身亡。他死了。丽姑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拿出手帕检查了阿灿的胳膊。死了。楚王殿下，事不宜迟，请你通知让京城派几个大夫过来，我们进山追捕赤鹫猴。他给了谢燕一粒防毒丹，让他服下。两人带了一支军队进入月山。凤青鸾将从葛明的脑中取出来的毒瘤带回侯府后，当天晚上进了医疗室着手研究。他一整晚都在医疗室做实验。他发现这颗毒瘤并不是什么寻常的毒素积累造成的，里面有一种不明毒素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和神智。这种未知毒素不知道叫什么，凤青鸾暂时命名为藤精素。第二天，凤青鸾从实验室里出来。昨晚后半夜，他给谢晋的天隐煞配置出了第1粒解药，准备吃了午饭去荣王府让他服用试试效果。
正准备出门，薛子墨带着江渠从门外走进来，两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凤小姐，王爷在外面等你。宁乡村那边传来消息，说丽姑在搜寻的赤鹫猴为躲避追捕，从月山逃往了牛福山。宁乡村背后的那座山就是牛福山，那猴子还惹出了不小的疫病，已有人感染身亡。王爷要过去看看情况，让你也一同前去。什么？那猴子这么厉害，可明还在宁乡村呢？他快速来到门前，看到谢晋的马车，顾不得其他，抬脚上去，两人往城外的宁乡村赶去。路上，凤青鸾向谢晋打听了些情况，得知太子将追捕赤鹫猴的事情交给了谢燕来办。自从太子接管了大理寺总长司之职后，夏明帝为了也能历练谢燕，单独设立了副长司，让两人协同处理各类案件。谢燕与丽姑追着赤鹫猴进了月山，赤鹫猴正往牛福山逃跑而来。徐大叔有打猎的习惯，葛民住在这里也不是每天都困在院子里，偶尔徐大叔进山也会带上他。譬如今日，徐大叔进伏牛山，带着葛民一起去的。谢晋安排的守在暗中保护葛民的人，得知赤鹫猴往这边来了的消息后，传信回京城向谢晋禀报。1个时辰后，马车到了宁乡村。徐大叔进山多久了？吃过午饭就进山了，通常情况下会在傍晚时分回来。凤小姐，发生什么事了吗？找葛民有点事，他们往哪个方向进山呢？从房屋左边的小路上去的。深山有猛兽，他不会进到很深，还带着小明，应该只在山谷口周围转悠。多谢大娘。葛民是被暗中安置在这里的，不宜让太多的人知道。凤青鸾这次过来带了薛子墨，谢晋也只带了江渠。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徐大叔和葛民，如果遇到赤鹫猴，能活捉就活捉，不要被他划伤咬伤。除了这2点，还要谨防着其他人。凤青鸾，别忘了赤鹫猴为什么会逃出百花谷。他提的一查，凤青鸾还真的差点忘了。有人想带走赤鹫猴，丽姑知道猴子往这边来了，想要他的人很可能也追踪了过来。我知道了。3人进山之后，顺着徐大娘说的向山谷口前进。他们在寻找徐大叔和葛民的时候，两人在山中打到了猎物，正准备回去。徐大叔今天好厉害，猎到了山鸡野兔，还有一只小野猪，晚上婶子可以做好多好吃的了。哈哈哈哈！以往我一个人进山，哪里遇到这么多猎物？是小明带来的好运呢。两人走在林中，忽然旁边的草丛中传来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的穿过。徐大叔停住脚步，让葛民别出声。他紧盯着右前方的草丛，看到不远处坐着一抹红色的小身影，走近一看，是一只通体赤色的猴子。徐大叔眼睛一亮，他从未见过这种品种的猴子，想更靠近去看看。谁知赤鹫猴听到背后的动静，回头看来，毫无征兆的呲着牙朝徐大叔的面门扑了过去。徐大叔！葛民被吓到，抓起手中的兔子朝赤鹫猴砸去。赤鹫猴被吓跑，落到地上，飞快窜进草丛逃走了。徐大叔，你怎么样？赤鹫猴爪子锋利，这挠几下，徐大叔的袖子破了，2条手臂出现4、5道血痕。没事没事，一点小伤罢了，上点药就好。那什么猴子啊，太凶狠残暴了。徐大叔，我们快回去吧，你这伤口还没止血。徐大叔看了下，用衣袖裹了裹，两人抱着猎物下山。往那边去了，快追！谢燕和丽姑带着人一直在追赤鹫猴，见他窜来了这边的树丛，从另一个方向也追了上来。你们去那边左右包抄，右边再追2个人，注意别让他往脚下的草丛窜。弓箭手准备，他跳到树上去放箭，别杀他，射伤即可。赤鹫猴吱哇叫着，惊恐地看着这些要来抓他的人。凤青鸾找人而来，听到林中传来猴子的叫声，跑过来，就看到谢燕带领的侍卫们将赤鹫猴围困在了一块空地中间。谢燕也看到了凤青鸾，有些诧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凤青鸾往在场的人扫了一圈，没看见徐大叔和葛明，松了口气。那2人应该没遇到赤鹫猴吧？赤鹫猴危害大，既然撞见了，凤青鸾左右点了下，薛子墨和江渠一左一右也朝赤鹫猴围了上去。谢燕见他这么大一个人在这里，凤青鸾一个眼神也没给他，心口噎了噎，做了个动手的手势，让所有人朝赤鹫猴逼近。赤鹫猴受到惊吓，吱吱叫着，见凤青鸾那边人少，飞快朝他窜了过去。凤青鸾察觉出他的目的，在他朝一旁转弯过去时，袖中提前准备好麻醉针，迎面朝他冲去。危险！凤青鸾，你疯了！他下意识扔出手中的剑，朝赤鹫猴射去。不准杀他！丽姑见状，迅速抛出暗器打向谢燕的剑，剑被打落，掉到地上。在剑的旁边，赤鹫猴也从天而落，下砸在地上，吱吱怪叫着，被绳网网住了。谢燕和丽姑赶来凤青鸾这边，丽姑看到赤鹫猴挣扎了2下没动了，惊问道：“你将他打杀了？”“没有，暂时将他麻醉。”“那就好，
带走时也不怕他伤人了。你来这里做什么？赤鹫侯在平西村咬伤人，整个平西村都被封锁了，他很危险。我知道，所以我才出现在这里。凤青鸾道了告辞，带人离开。谢燕被他一堵，这女人还是一贯的对他没礼貌。楚王殿下，你看起来和凤小姐很熟，你们认识？不说这些了，赤鹫侯已抓到，接下来做什么？先关起来，当务之急是解决平西村的疫病。一群人准备回去，就在这时，无数黑衣人从他们的身后杀出来。很快，有侍卫中招，响起惨叫。是他们来抢赤鹫侯的人。楚王，这些人居心不良，赤鹫侯不能落到他们手上。随着厉姑的说话，黑衣人们杀了过来。对方来的都是好手，谢燕带来的侍卫们不堪一击。柳琪，将猴子带走。柳琪飞冲过去，抓起网带甩在背上，冲出黑衣人包围，往山下而去。凤青鸾和薛子墨、江渠三人还未走出多远，听到身后传来刀尖相接的铿锵声，回头看来，一波高手正在与谢燕和厉姑交手。王爷说的没错，当真有人来劫赤鹫侯。小姐，你小心！凤青鸾调出狼牙棍，也冲了过去。你回来做什么？这里有我们！这是我的事，让你管。有了他们的加入，黑衣人被拦下大半，仍有几个朝柳琪追了过去。其中一人趁柳琪与同伴交手时，趁其不备，扔出暗器，割断了网住赤鹫侯的绳索。赤鹫侯掉到地上，两个黑衣人阻止柳琪去捡，另外两人朝赤鹫侯飞掠过去。凤青鸾看见，袖中射出银针打向黑衣人，黑衣人躲避，凤青鸾快速来到赤鹫侯前，就要去抓，一柄长剑从他头顶砍下来。凤青鸾！谢燕一个闪身出现在凤青鸾身前，横剑挡下了黑衣人的剑。凤青鸾拎起赤鹫侯滚到一边，看向谢燕与那黑衣人：“你拖住他！”凤青鸾提起赤鹫侯的一只腿，扛在肩上就跑。黑衣人想来拦截，每每被谢燕挡下。对方见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手指放进口中，吹了个口哨。树丛人影晃动，4个黑衣人施展轻功，朝凤青鸾追了上去，拦住了凤青鸾的去路。凤青鸾一手要护着赤鹫侯，一手又要与黑衣人作战，分身乏术。薛子墨和江渠、厉姑各自被黑衣人缠住，柳琪在帮谢燕，一时间没人来帮他。凤青鸾好不容易解决3个，还剩最后一人时，一道黑影骤然闪现在他身后，一滴血落到了凤青鸾的手背上。他抬头看去，关键时刻谢燕追上来帮他挡了这一剑。为了这死猴子，你拿身体去挡，不要命了！心下升起疑惑，刚才那黑衣人明明可以一剑割断他的喉咙，却在关键时刻剑身偏颇砍到他的肩膀上。对方是知道他的身份，手下留情还是什么？是你拿命来挡的，受伤的是你。不是为了你我会受伤。凤青鸾懒得与他斗嘴，再次带着赤鹫侯往山下跑。渐渐的，没有人追上来。凤青鸾看到前方出现2个人影，定睛一看，是徐大叔和葛明。小姐，你怎么也来了山里？看到他背上吊着的赤鹫侯，葛明小脸一惊。小姐，你猎到这只红猴了？它可凶可凶了，小心别被它咬伤。不愧是凤小姐，这猴子又凶又暴躁。我和小明不久之前也遇到了，想抓它，还被它挠伤了。哎，它怎么没动了？凤小姐将它们猎杀了吗？你被猴子弄伤了？伤到哪儿了？被抓到了手臂，不是很严重。他撩起袖子给凤青鸾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本只是轻微的抓伤，伤口变大了。不仅如此，之前还流出鲜红的血，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黑色的血，看起来像中毒了一样。这怎么会这样？猴子爪子有毒吗？徐大叔，你放轻松，越紧张越加速毒素蔓延，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下山。徐大叔身形轻微晃了一下，提着的山鸡、野兔也都掉到了地上。中毒了，真的中毒了。大叔别担心，小姐会医术，她会救你的。小明，你袖子上的血是怎么来的？也被抓伤了？不是，这是徐大叔的血。凤青鸾倒吸了口冷气，葛明或许被感染了。先走，其他的回去再说。然而来不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黑衣人追了上来，5个黑衣人呈包围之势，将3人堵在了路上。把赤鹫侯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走。小姐，他们是来杀我们的吗？想要猴子没门儿！凤青鸾将猴子放到徐大叔的手上，低声道：“徐大叔，待会打起来，你带着小明和猴子往山下的方向跑。”凤小姐，我知道了。小明，凤小姐的话你听到了，待会儿跟紧我。为首的黑衣人见凤青鸾不愿交易，持剑冲了过来。凤青鸾调出狼牙棍迎击，同时袖中抛出银针。前方的2个黑衣人见状，霎时往旁边闪开。快走！
徐大叔抱紧猴子，拽了一把葛明，拉着他往被凤青鸾强行打开的缺口冲去，用了他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拼命往山下跑。为首的那名黑衣人朝另外几人投去眼神，让其余3人全力围攻凤青鸾。他拔腿朝逃跑的2人追去，凤青鸾跨步去追，2柄长剑唰的拦在他的面前。凤青鸾往后一扬，狼牙棍刹那间收进空间，素手一挥，手中无数根银针从掌心飞出。他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几名黑衣人措手不及，电光火石之间，胸前一痛，银针扎进了他们胸膛和腿上。黑衣人吃痛往后退去，见凤青鸾朝老大追去，一咬牙站起来，也朝凤青鸾追了过去。徐大叔和葛明跑得再快，也没轻功快。黑衣人追着2人，手中的长剑对准徐大叔的后心飞快地掷出。跑在他后面的葛明感应到有危险，回头看去，见到一柄飞剑就要擦过他，稳稳刺进前面的徐大叔后心。葛明身体反应比脑子快，千钧一发之际，猝然抬手握住了剑身，剑身上带出的劲风和惯性拽着葛明一起向前飞去。葛明被重重地从后面砸飞到徐大叔前面，滚落几圈后落在地上。葛明吐出一口血来。葛明，你能接住我的剑？他那一柄破空之剑，若是插进了那个中年男人的后心，定能将他冲击出去，狠狠扎进地面。可这个看起来不大的男孩，竟然徒手将剑接下了。我不知道，我看见他过来了，就把他接住了。帮我们的人很快就来了，猴子不可能给你，只剩你一个人了。我劝你识相点，不要猴子要命，快走吧。不要猴子要命，这句话是对你自己说的吧？他走到葛明摔倒的地方，捡起地上的剑，再次指向了2人。赤鹫猴不是你们该碰的，把它放下。这是凤小姐的东西，我不可能给你。敬酒不吃罚酒，下去见阎王吧。忽然间听到身后有暗器飞来，黑衣人侧身一避，回头看到凤青鸾从后面追了上来。哼，又是你！黑衣人眼中闪过狠辣，调转方向直朝凤青鸾杀了过去。你是什么人？哼，不是你能招惹的人。利剑击打在凤青鸾的狼牙棍上，厚重的力道将凤青鸾的狼牙棍震得脱手出去，剑面直朝他的脖子飞速挥来。一阵风荡开，凤青鸾视线模糊，等他视线再聚焦时，发现自己已被抛出了战斗之外。一道玄色的身影与黑衣人激烈交战，刀光剑影衣袂翻飞。凤青鸾惊骇地盯着出手救下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谢晋。凤青鸾手心捏了一把冷汗，这人手脚还有伤，就这么冲了出来，也太乱来了。他们在那边。黑衣人见这几人过来，说明他带来的人全军覆没，阴毒地盯了谢晋一眼，袖中扔出一颗雷爆弹，砸向地面，飞沙走石时快速窜进了旁边的树丛，施展轻功逃走了。你受伤了吗？没心伤，就伤痛，你扶着我点儿。知道会痛还乱来。八皇叔，你有伤在身，为何来这里了？我要是不来，那猴子就被黑衣人抢走了。你们这群人一个个武功看起来都不错，被一群无名之辈缠得脱不出身，让2个普通的百姓带着猴子逃命，一个个的真厉害呀！除了徐大叔和葛明，其他人都感觉有被内涵到。谢晋这句话无疑将他们所有人都给骂了。不管怎么说，总算赤鹫猴没有被夺走。徐大叔被猴子抓伤了，我看那伤口很不对劲儿。你们说平西村有人被咬伤出现疫病，关于赤鹫猴身上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叶仙姑，待会儿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下山。性命攸关，关于赤鹫猴的所有信息，我将都不有任何隐瞒的向你们坦白。将渠背起谢晋，徐大叔抱着赤鹫猴，一行人往山下走去。你与八皇叔的姿势会不会太暧昧了？凤青鸾，你懂不懂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他就算负伤，你也不应该那般搀扶着他，与身份不合，你知道吗？合不合关你什么事？我是在教你与男人保持距离。我们合离了才多久，你就与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哼！合离的第2天，你迎娶别的女人进府，这就成体统了？若不是谢晋及时救我，我的命都没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伤患，我作为大夫扶他一下怎么了？我在临终危救你受伤，为什么你不扶我，还跑得那么快？因为我不想扶你，为什么不跑？凤青鸾，别以为我不知道，在合离之前，你与八皇叔没了眼去暗通巨款，你们早就情投意合了吧？我早应该猜到你是为了他才与本王合离，才处处看本王不顺眼的，你说是不是？你敢承认吗？凤青鸾停下脚步，觉得谢燕真是无理取闹。对于一个如此幻想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凤青鸾想到了那句气死人不偿命的万能回复。你要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楚王殿下，请你搞明白一点，我如今是自由之身，想与哪个男人走得亲近就走得亲近，想扶哪个男人就扶哪个男人，这是我的自由，关你一点屁事都没有。你有空来我这里讨嫌，还不如管好自己的后宅，免得哪天头顶当真长出了青青绿草，那时候你就一刀一刀去割草吧。凤青鸾哼了一声，看到谢烨那张脸气得又青又白，跟开染房似的，双手叉腰，解气地往前走了。凤青鸾，你……谢烨气得嘴唇颤抖，指着凤青鸾的背影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楚王殿下，你说你去管一个与你毫无关系的我们家小姐做什么？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气受吗？还没见过上赶着找人对的，脑子进水了吧？听着他那看似自言自语，实则是说给他听的薛子墨的话，谢烨差点气得七窍生烟，握紧了拳头想打人。王爷，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吃酒后的事情不简单，我们带来的人全被黑衣人杀了，这件事是否要向太子禀报？凤青鸾说抱着猴子的中年男人被抓伤了，平西村的那名猎户被咬死了，封锁了整个村，那他们这里的人岂不是都被感染了？他这么一说，谢烨也终于从愤怒中拉回了神智。飞鸽传书回京城，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谢恒，让他派人来处理。是，殿下。一行人回到宁乡村，出去了几人，回来了一群人。徐大叔还受了伤，徐大娘和媳妇陈红都大惊失色，快步朝凤青鸾等人走来。不要过来，徐大叔的伤很有可能会传染。徐大娘，你将孩子们带远一些。凤小姐，大海怎么受的伤？可以治好吗？前期有的治，我会尽量救他们的。你们单独安排2间房间出来，将徐大叔和葛明分开隔离，除了每日3餐，任何人不能靠近。徐大娘去安排了。丽姑拿出一个药瓶，倒出里面的药丸。这有3粒阳还丹，荣王、凤小姐，你们2位先服下，剩下还有1粒需要一个跑腿的。你们几位侍卫谁来服用？我来。被吃酒后咬伤或抓伤会感染离毒，此毒通过血液、唾液接触传染。我给你们吃的是阳还丹，此丹药是百花谷专门研究的，前期可以抑制离毒的药丸，中后期的离毒的病症，百花谷暂时没有出现。平西村有了1位已经死亡。我去检查徐大叔的抓伤情况，凤小姐，你帮忙处理一下其余的伤患。他们都是皮外伤，对于离毒，我要了解并跟进。平西村不是还有病患吗？这里只有你我2个大夫，你不将所有的情况告诉我，等你去了那边，这边怎么办？你难道不怕近距离接触被徐大海感染吗？百花谷有前期的治疗方案，有什么怕的？说不定我能比百花谷先研制出解药。行，你跟我进来。2人一起进了徐大叔的房间。徐大海的手臂被抓伤的地方出现了黑色的网状毒素，朝着伤口的4周蔓延。凤青鸾在检查的时候刻意翻开伤口看了看，徐大叔仿佛没有察觉到痛处一般，没有反应。丽姑从随行的包里拿出1包药材，研磨成粉。被吃酒后抓伤的部位，刚开始会出现如针扎般的疼痛，当血液变黑时会失去痛觉，呈局部麻痹。1个时辰后会伴头晕、发热、四肢无力等症状。若没有第一时间服用压制毒素，1天后患者会心慌气短、持续高热，并伴有视线模糊、头脑不清。至于到了中后期，毒素入侵大脑，患者口吐鲜血、七窍流血而亡。离毒最后攻击的应该是人的大脑。他将粘好的草药敷到徐大叔的伤口上包扎，拿了避毒丹让他服下。避毒丹是百花谷炼制的能解大部分毒的丹药，除罕见奇毒外，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离毒患者服药之后病情会加重或延缓，1天之后便会知晓。他在说这些的时候，凤青鸾给徐大叔做了些检查，抽取了他的一管静脉血。这是什么？凤青鸾解释了下，丽姑的好奇更深了。百花谷乃江湖第一医药门派，什么样的医用工具没见过？唯独你这个很新奇，你准备将他的血抽出来做什么？自有用处。丽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每个医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救人方法，凤青鸾应该也有。他给徐大叔交代了注意事项，和凤青鸾出了房门。堂屋，谢晋、谢燕全都坐在这里。刚才打了一架，手腕痛，腿也痛。凤小姐，你帮本王瞧瞧。凤青鸾没有多想，他走过去，丽姑先一步来到谢晋面前。荣王，我帮你看。凤小姐，八皇叔有人照顾了，麻烦请你帮本王处理一下肩上的剑伤。凤青鸾还没说话，谢晋先道：本王的手伤腿伤自摔伤时一直都是凤小姐在医治。楚王，你那点皮肉伤也需要当个本王的专职大夫先去给你处理伤口吗？谢燕沉默，谢晋还真会用身份给他施压。丽姑，你去给他瞧，本王这里有凤小姐就行了。丽姑无语，他什么都还没做，直接被荣王给使唤走了。丽姑没好气地瞪了眼谢燕，不情不愿地走过去给他处理伤口。谢燕心里也不爽，她也不满意好吧？
丽姑瞪他做什么？瞧这三人你来我往，凤青鸾憋笑，他好像嗅到了空气中无声的硝烟，走过去给谢晋查看伤口。丽姑先给谢燕处理剑伤，将所有人的伤都包扎处理了之后，丽姑道：关于今天发生的，我想你们都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困在了这里，也算参与其中了。你们是该知道有关赤鹫侯的相关情况，以及来争夺他的黑衣人。凤青鸾洗了手，坐到长凳上，等着他说。赤鹫侯是4年前师傅游历山川带回百花谷的。师傅说，赤鹫侯是稀世珍宝，不管是做药学还是做毒理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于是将赤鹫侯带回来后，师傅让师叔、师兄和我共同研究赤鹫侯的毛发、心脏、唾液，甚至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用药或者用毒。有了它之后，百花谷制作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真药，连江湖上最负盛名的避毒丹以及治疗癫痫哮喘的药物都是从赤鹫侯身上提炼出来的。所以即使他的唾液和爪子有毒，我们也不能杀了他。这只赤鹫侯是百花谷仅剩的唯一一只了。避毒丹居然是从赤鹫侯身上得来的，避毒丹千金难求，有钱都买不到的一粒万能解药，除了罕见奇毒不能解，能解大部分的毒。是这样的，没错。赤鹫侯全身是宝，能为百花谷所用，自然也会被其他人惦记上。当年得到赤鹫侯后，百花谷里有人走漏风声，引得一群黑衣人来抢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查出背后的主人是谁，只知道这群人不仅抢走了一只赤鹫侯，连其他地方出现了珍贵的天地财宝，不管是能救人或杀人的都在抢夺。这几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怪事，师傅猜测有可能是由赤鹫侯引起的。他老人家也在3年前被对方来偷盗赤鹫侯时遭到暗害，后来由我师兄接管了百花谷。凤青鸾看向角落里还被麻醉昏迷的赤鹫侯，这东西亦正亦邪，在正派手中能救人，在邪派手中可能会拿去作恶。你说有你师父、师兄，还有一个师叔在研究，你那位师叔如今去哪儿了？他失踪了，也是在3年前，在我师父去世后不久的某一天，突然消失了。黑衣人3年去百花谷抢走了一只赤鹫侯，3年后又来，他们手中的那只赤鹫侯呢？不知道。赤鹫侯药用和毒用价值都很高，要制作某些东西需要杀其取血，会取心脏、脾肺。师傅带回来3只赤鹫侯，第1只意外死亡后，师傅对其解剖才知道这些。黑衣人抢走的第2只赤鹫侯，或许被他们榨干了所有的价值，才来争夺第3只。凤青鸾走向还在麻醉的赤鹫侯，问丽姑道：我可以借它研究一下吗？可以。这里什么工具都没有。丽姑想着凤青鸾可能只是看看新奇，这个想法刚一冒出，就见凤青鸾提起赤鹫侯，带他进了房间。丽姑不能在这边久留，平西村的村民还在等他。谢燕作为追捕赤鹫侯的主要负责人，虽然猴子捉到了，但又挑起了另外的事，他也必须跟着丽姑一同过去。凤青鸾将赤鹫侯带进房间后，送进了医疗室，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凤青鸾才从房间里出来，神情凝重地去找谢晋。出什么事了？你还记得白天丽姑说过，黑衣人将赤鹫侯带走之后的3年里，其他地方曾发生过怪异的事，不能确定是不是由赤鹫侯引起的，是吗？是。我可以明确其中一件，那就是3年前我父亲乘坐的飞鹰号上面遭遇过由赤鹫侯的毒液所引起的情况。详细说来。昨天晚上，我从葛迷脑中取出的肉瘤上发现了一种可以影响人的神经，让其精神混乱的藤金素。在赤鹫侯的毒液中，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藤金素。虽然量很小，但若大量提取剧毒唾液，也可以提炼出足够让人大规模发狂发疯的藤金素。你的意思，飞鹰号沉船事件背后，很可能是由今天这批黑衣人的背后之人做的？是，也不排除是百花谷的人。3年前，在研究赤鹫侯的，除了抢走了其中1只的黑衣人，百花谷的人也在研究。黑衣人在江湖上抢夺各方奇珍异宝，一般情况下，其背后之人大概也是江湖人士。飞鹰号是以护国侯为代表的打击水匪的朝廷官员，这2者之间有了关联，不排除黑衣人幕后主使有可能是朝廷中人。至于百花谷，我暂时不相信是他们做的。倘若朝廷出现了1号这样的人物，利用江湖势力杀害对手，那这背后之人的水会有多深？百花谷是江湖医药大派，他们查了3年都没有查到有关黑衣人的线索，对方的势力可想而知，强大到可怕。谢晋摩擦着指尖，2人各自思索着，没再说话。忽然，凤青鸾想起一件事。对了，今天与你交手的黑衣人，你有发现他有什么熟悉之处吗？你觉得他的打斗风格像葵佑？暴烈凶狠，与他交手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葵佑。武功路数很是相似，但是他不一定是克伦国的人。大海，你怎么了？凤小姐，你快来看看他呀！凤青鸾听出是徐大娘的哭喊，当即往她的房间走。这时，薛子墨也急色匆匆地走过来，面色凝重。小姐，革命出事了。凤青鸾先去看了徐大叔的情况。凤青鸾检查了徐大叔的情况，发现他体内的离毒正在发作，之前丽姑给他服下的避毒丹不起作用了。
凤青鸾将窗帘拉上，给徐大海打了一支镇定剂，将他带入了空间医疗室。半个时辰后，凤青鸾从房间出来，徐大娘迎了上来。凤小姐，大海怎么样了？暂时稳定住了，但需要尽快拿出解药。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徐大海的感染情况挺严重，丽姑说服用了避毒丹后，因个人体质不同会加重或减轻，徐大海是后者。徐大娘一听，身子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陈姐，你感染风寒了？好像没有，就是喉咙有些瘙痒。凤青鸾没再说什么，又去了葛明的房间。葛明也出现了发热无力的情况。小姐，我会死吗？我不会让你死。是因为你要治好我的失忆，让我想起3年前沉船上的事情吗？所以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的父母应该也还在寻你，你对他们也很重要。无论用什么办法，我都会治好你。陈姐说曾听你半夜梦呓重复萤火虫3个字，对此你能想起什么？对不起，小姐，我记不起来了。没关系，你会想起来的。从房间出来后，凤青鸾单独去了一个房间，给身上全面消毒，这才来到院子里见谢晋等人。他们情况如何？不容乐观。他这才注意到宁乡村入口处燃烧着几排火把，外面好像还搭起了简易帐篷。那些是什么人？楚王临走前飞鸽传信回京城，向太子禀报了宁乡村和平西村的情况。外面那些是太子派来隔离宁乡村的，还带了2名大夫和药材，他们在准备，应该快进来了。太子也来了吗？太子乃当朝储君，金贵之躯，他不会亲临病区。来的是大理寺的裴元璋，现在宁乡村只准进不准出。薛子墨的话一落下，2名大夫带着大包小包的药材和一支由10人组成的精锐小队，在裴元璋的带领下来到了徐大海的院门前。属下参见荣王殿下。派2个人在院门守着，不准村里其他人来踹门。2名大夫协助凤小姐照顾病患。是，殿下。凤青鸾看了一眼谢晋，有他在这里，隔离的事情不用自己担心，交代了一句，进入医疗室研究解药。翌日，楚王府。今日谢银从皇宫出来，他得知楚王带了人去京城外的平西村，说是那边出现了传染病，他和如妃都很担心，特来王府问狄曼丽情况。侧妃去哪儿了？本公主怎么没看见她？常嬷嬷低垂着头，支支吾吾不敢回答。问你话呢，磨磨蹭蹭的，快说。回公主殿下，前几日王爷查出来侧妃给恕侧妃的药中下毒，害她病倒。王爷一怒之下，将侧妃打发去了冷院。什么？曼丽那么快就对凤书瑶出手了，心中不免骂她糊涂，怎么不小心被查出来了？冷院在哪里？带本公主去。小姐，你冷静点儿，小心磁片扎了手，不要碰他们。滚开！你们要害我，在饭菜里下毒！我要见楚王，我要杀了凤书瑶！快让我见楚王！狄曼丽大喊大叫，谢银快步进去。昭阳公主，殿下有令，不准任何人探望侧妃。你们没听见里面出事了吗？给本公主让开！公主殿下，这是王爷的命令，请恕属下们不能让开。王爷说，不管侧妃如何发疯发狂，不涉及性命安全，都不用管她。谢银听不下去了，他没想到皇兄这么狠，就算曼丽下毒害凤书瑶，他也不该像关疯子一样关着她。谢银抽出其中一个侍卫手中的佩剑，指着2人。本公主最后再说一遍，让开！我是奉母妃的命令来看曼丽的，皇兄回来了，我自会向他交代。你们若守在这里不肯让，本公主杀了你们！昭阳公主，你终于来了，快救救我们家小姐吧！公主救我，救我呀！他眼眶一红，拿着剑就冲了进去。几日不见，狄曼丽像变了一个人，哪里还有以前将门虎女的桀骜肆意？公主，凤书瑶要杀我，她在我的饭菜里下毒，他们想毒死我，你带我出去，救我出去！曼丽别怕，我带你走。碧清，去叫大夫来。公主殿下，请不要为难属下。谢银一剑刺进侍卫的肩膀。这样你们可以交差了吗？2名侍卫对视了一眼，背上的侍卫没再说话了。昭阳公主为了强行带走嫡侧妃，捅伤侍卫，就算王爷怪起来，他们也没办法。就这样，谢银将狄曼丽带回了香榭院，碧清请来大夫帮狄曼丽医治。谢银让迎春将狄曼丽下毒害凤书瑶的事给他汇报。公主殿下，小姐虽是下了毒，却不是在人世上面的，更没有行验生之术诅咒凤书瑶，都是凤书瑶和他那个大夫表哥子虚乌有弄出来的。殿下偏宠凤书瑶，将侧妃打入冷院后，侧妃每日的吃食连府里低等的下人都不如，都是些剩菜剩饭。小姐曾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小姐心里气不过，于是每日胡思乱想，睡不着，渐渐的情绪就有些不稳定了。
他经常大吼大叫，甚至伤害自己。奴婢从没见过小姐这样，十分害怕。要不是公主今日前来，恐怕小姐和奴婢死在那冷院都没人知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曼丽竟在王府受了这样的苦。皇兄是不会这么对曼丽的，他只是将曼丽关着让她冷静。至于其他的虐待吃食，肯定是凤书瑶那个小贱人吩咐下人做的。他想趁王兄不在府上暗暗害死曼丽，本公主一定会为曼丽报仇的。曼丽说有人在饭菜里面下毒是怎么回事？那些饭菜奴婢也吃过，没有毒。奴婢也不知道小姐为何会这样说，她可能是担心凤书瑶会在此期间害她吧。大夫给狄曼丽看诊完，谢莹问：“她怎么样？”回公主殿下，侧妃受了刺激，怒急攻心，导致的阴虚上火，心情郁结。草民开些安神的药帮她调理，时刻保持心情愉悦，能够安心入眠，1-2个月就可以养好。行，你跟我来。曼丽怀疑有人在她的饭食里下毒，谢莹让迎春和碧清照顾狄曼丽，带着大夫去了冷院，检查被狄曼丽打翻到地上的饭食。去看下饭菜里面有没有人动过手脚。大夫蹲到地上，对着菜汤仔细查看，嗅了嗅后，又拿出银针试验。片刻后，大夫道：“公主殿下，菜里有些奇怪，是被人下毒了吗？”不是，草民检查出菜里面有金蕨的成分。金蕨是一种可以让人精神亢奋的植物，长期服用会让人难以入睡，不出7天，精神就会出现问题，逐渐变得暴躁疯癫。侧妃应该连续吃了它，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难怪曼丽说有人下毒害她，原来如此，有人在她的饭菜里面下毒，想要把她逼疯。凤书瑶那个毒妇，此事一定是她做的。此时西陵轩，朝阳公主去冷院看狄曼丽的事，凤书瑶也得到了消息。你下的药很谨慎吧？不会被人发现吧？凤书瑶往脸上施着粉黛。丽仙姑不愧是太子殿下请来的神医，吃了她的药后，她脸上的黑斑逐渐淡化，涂上一层薄薄的脂粉，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她的身体也在好转，太子殿下又救了她一命。表妹放心，精绝不是毒药，被人发现用银针也是探不出来，他只会将狄曼丽逼得脾气一直暴躁，王爷就会越发讨厌他，让他关在那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将他彻底逼疯自杀，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好，等除掉了狄曼丽，我一定会在太子殿下面前替你好好美颜，让殿下给你大大的嘉奖。那就多谢表妹了。公主殿下，淑侧妃在房间里。滚开！凤书瑶看到他来，扭着纤纤细腰走到了谢莹面前。妾身参见公主殿下。谢莹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你知道本公主来找你做什么的吗？公主殿下，不知妾身做了什么事让公主生气，一进来就动手打人。做了什么？你这个贱人！我好好的曼丽被你们陷害关到冷院，还差点将她害死。你这个歹毒的女人，看本公主今日不打死你！公主殿下，淑侧妃是楚王爱妾，你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她，等楚王殿下回来了，你如何向他交代？官府查案尚且讲究证据，才能对罪犯行刑。公主殿下什么都不查，什么也不问，进来就打人，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本公主还有更过分的呢！他一耳光挥到白华葬脸上，将他挥开，脑海忽然闪过什么。哼，你说我打了皇兄的爱妾，你倒提醒了我，我是得先向皇兄说明。他在郊外的村子里处理会传人的疫病，我这就带凤书瑶小贱蹄子去村里找皇兄，让他来断你。公主殿下，我还病着不能去，就算王爷在府上，他也不会让我去的。你敢陷害曼丽，就是与本公主作对。你母亲潘玉莲还在大理寺的牢房中服劳役吧？你要是不去，阴暗的牢房每天死1-2个罪犯，可是稀疏平常的事。听到他的威胁，凤书瑶感觉人都要差点晕过去，还想求饶，谢莹不给他机会，拽着他的衣领拖出了楚王府，押上了马车往京城外而去。谢莹押着凤书瑶上了马车，先去了平西村。楚王殿下在村里吗？这里病情如何？回公主殿下，楚王在的，现在村子严格封锁，有2位重症患者死亡，5人感染，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丽神姑正在想办法研究解药。这疫病听起来有些吓人，楚王在里面，谢莹不禁有些担心皇兄的安危。丽仙姑是谁？回公主，丽神姑是百花果的神医。有神医在，谢莹稍微放心。除了平西村，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感染疫病吗？他听说昨天太子派了一批人出城支援，这里看着侍卫不多。在那边的牛夫山脚下有个叫宁乡村的地方，楚王殿下和丽山姑是在那边抓捕的持久侯，那个村子也被感染了，由荣王殿下和凤小姐控制那边。你说的凤小姐是凤青鸾吗？是的，公主。谢莹眼珠一转，
行了，本公主知道了，你去告诉楚王殿下，让他保重身体，不要让本公主和母妃担心。他重新坐回马车，对车夫道：“掉头去宁香村。”凤书瑶猜到他要做什么，脸色变了变，说道：“公主殿下这般对我，不怕楚王殿下知道了对你生气吗？”你担心皇兄的安危，特来意去探望他。皇兄知道了感动还来不及，怎么会对我生气？我告诉你，待会儿下了马车，你自己进村去找凤青鸾。要是敢让本公主知道你去皇兄面前告状说是本公主逼你去的，知道你母亲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吧？谢银沾沾自喜。凤青鸾痛恨凤书瑶，如果凤书瑶感染疫病，他不一定会救。那样凤书瑶光明正大被他弄死，他真是太聪明了。凤书瑶知道谢银是这么计划的，屈辱地咬着嘴唇，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将谢银千刀万剐，让他为自己今日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2个时辰后，马车到了宁香村，凤书瑶被迫下马车，在谢银的目光警告下，1步3回头进了宁香村。他是谁？不知道这里闲杂人等不准入内吗？这位是楚王的庶侧妃，是来找凤小姐的。侍卫进去禀报：荣王殿下，门外来了一位夫人，说是楚王的遮侧妃，来找凤小姐，要放她进来吗？侍卫在禀报的时候，凤青鸾从房间听到出来。凤书瑶，谁让她来的？她不是病得快死了，这会儿又能来作妖了？是昭阳公主送她来的，说是来探望楚王殿下。凤青鸾冷笑，谢银这是收拾凤书瑶呢。既然她来了，去隔壁给她找家农户安置。侍卫领命去了。你将她安置在徐大海家隔壁，不怕她感染吗？整个宁香村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她住哪里都一样。对她来说，凤书瑶来得正好，凤纯的事还没有找她试探呢。凤书瑶被安置在旁边乔大婶的农舍里。这里臭死了，给我重新安排干净的住处。我可是楚王的爱妾，怎么能住这种鸡屎满天飞的地方？侍卫大哥，要不你安排夫人去别的地方住吧，我这庙小，容不下这尊大佛。都来这种地方了，还讲究什么？咱们都不一定能活着出去，预防药都没有了，凤小姐的解药也还没研究出来，村子里大半的人都感染了，折腾那些干什么？暂时先住在这儿吧。侍卫将凤书瑶留在这里就走了。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可是楚王的庶侧妃，你回来！夫人，你住左边那间房吧，我要去剁猪草，不招待你了。那侍卫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感染了，还有预防药，给我1粒，我也要预防。夫人，我哪有预防药？你要药去徐大海家里找凤小姐，药是他给出来的。说完，绕过他去了猪圈。凤书瑶气得想吐血，有预防药，凤青鸾为什么不说？她气冲冲的又去了徐大海家要药。